Hello， 兄弟们 ，Hello。Hello， 兄弟们 ，Hello。啊，到了咱这个今天的这个直播时间啊，播到8:55，我们先跟他们连线。连完线呢，然后咱就继续再聊一会儿就下播啊。利物浦有希望呀，总没希望。后边阿森纳是最难的，你知道吧？你从赛程来看的话，阿森纳是后边是基本上是最困难的。实话说，阿森纳今年要能拿冠军，那真是盖了帽了。后边英超的赛程，现在你利物浦跟阿森纳平分，对吧？净胜球劣势，那么曼城少1分，但是你看后边这个赛程，阿森纳是最难踢的，他要踢维拉，踢切尔西，踢热刺，踢曼联，对吧？利物浦这边呢，应该还剩一个强队，利物浦这边就一个热刺了，对吧？就一个热刺了。曼城这边呢，也就一热刺，所以说阿森纳后边赛程是最难的，知道吧？阿森纳赛程是比较困难的，利物浦主要全是客场，今年呢大概率啊，目前来看啊还是 CD 啊，有可能。假设呢，因为阿森纳那边呢就不是他不犯错的问题了，阿森纳我觉得后边肯定丢分，你说他这几场比赛一场球都不丢分，我觉得难度是有一些的。阿森纳，你说不丢3分吗？丢个2分吗？我觉得阿森纳要丢分，对吧？那利物浦呢，主要是客场多，利物浦如果不丢分，估计是利物浦，因为现在净胜球呢，因为有1分优势嘛。啊，如果利物浦老丢分的话，如果利物浦后边客场丢分了，那就可能就是 CD 了啊，那就是 CD 啊。现在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受的啊，特别是这个老特拉福德那边还有一场跟阿森纳的2番战，阿森纳跟热刺还有本伦敦德比。也是客场。阿森纳一场是客场跟本伦敦德比，一场是主场对这个切尔西斯坦福桥，一场是客场在老特拉福德，对吧？啊，阿森纳还是比较困难，后边赛程，阿森纳比较困难。安布总说你呢？滕哈赫对结果不满意，是因为他长得像冬瓜吗？这个确实滕哈赫也有不满意的资格呀。啊，你要知道，滕哈格现在面对克洛普的这个利物浦是5战2胜2平1负，哎，对吧？滕哈格与利物浦在英超目前为止交手5次，哎，滕哈格2胜2平1负，占尽优势，对吧？啊，2进2胜2平1负占尽优势，所以说有些时候你是不得不服的。滕子是他妈有点狗运的啊！我上次讲了，滕子这个教练员是有点狗运的，当然觉得他不行的时候他肯定行。当你觉得他行的时候，觉得不行了，知道吧？下场比赛曼联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打阿森纳那场球，我倒是挺看好曼联能拿分的。啊，打阿森纳那场比赛，我倒是挺看好曼联拿分的。那真的呀，上赛季曼联跟利物浦打了2场，上赛季曼联跟利物浦打2场，滕子刚带嘛，然后是1胜1负，对吧？啊，当然那一负呢，有点这个超常规的负了，对吧？很多朋友对提那一负，很多朋友印象只有那场7-0，但是其实那一年主场还赢了。然后呢，到了这个赛季，对吧？总共是2个主场1个客场啊，分别是2胜1负嘛，对吧？哦，2胜1平，哦不，1胜2平是吧？1胜2平，哎，所以讲呢，这个事实如此啊，下一个啊。秘鲁毕费那球，普斯卡什有机会吗？应该是没机会啊。毕费那个球跟普斯卡什之间应该是没机会的。毕费那球，普斯卡什什么意思呢？普斯卡什呢，这个就是普斯卡什啊，一般情况下呢，会给一些就是比较匪夷所思的。我觉得毕费那个球呢，还不够匪夷所思啊。说实话啊，那主要是夸埃萨送的，夸埃萨嘛送一球，让这些曼城球迷跟阿森纳球迷激情完了，啊，让他们这个激情完了啊！我昨天看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叫做一日红魔，终身枪手；一日红魔，
终身蓝月，闹麻了，操！一日狐魔终身枪手，一日狐魔终身蓝月，说的把闹麻了，操！闹麻，没事儿啊，利物浦，你们也可以啊，你们也可以来一句口号啊，一日狐魔，对吧？终身沃普，没毛病。为什么呢？因为曼联在倒数第2轮将要干掉阿森纳，对吧？别急，一个个来啊，一个来，别着急，排队，知道吗？你像热刺啊这样的球队，他可能主导不了比英超结果，因为热刺还没到这个咖位，但是我魔是到这个咖位的，对吧？最后一轮到第2轮给你整点花活，阿森纳啊，想在老特拉福德夺冠，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曼城也有机会啊，我跟你讲，我们一个一个来嘛，对吧？假设这场比赛，你看挡了一下利物浦啊，到了第2轮赢了阿森纳，对吧？足总杯决赛干你曼城吗？啊，假设你曼城赢了切尔西的话，对吧？足总杯决赛不就复仇你曼城吗？不就狠狠的打你？对呀，足总杯决赛不就狠狠的打你？我一个全部复仇一遍，什么英超，什么 Big 3，什么英超前4，全部打一遍啊！全部打一遍啊！全部打一遍啊！你就晕了，知道吧？你说曼联打别球队都没劲儿，打利物浦带劲儿，你就晕了。曼联那场客场跟阿森纳那场球，你问阿森纳球迷赢的很轻松吗？啊，就是我就这么问阿森纳球迷，对吧？但凡看那场比赛的，你会觉得那场球赢得很轻松吗？那场球最后加纳球绝杀被吹，然后阿森纳是补时连进2球才赢的。双方这比赛开场的时候都是很焦灼的，一直打1-1，然后最后呢加纳乔一绝杀被吹了，然后加时补时的时候呢，阿森纳连进2个3-1，知道吧？3-1啊，没有这么轻松就赢的。阿森纳球迷自己心里也慌，你这老特拉福德有什么好欺负吗？觉得好欺负的都死了，都嘎了，对吧？曼彻斯特 CD 为什么能在老特拉福德拿分？因为他习惯了老特拉福德的天气啊，同时呢，对吧？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所以说我们手下留情了。阿森纳斩就是你啊，斩就是你啊！草上飞5级群引战的管挺严重的，这群里边有任何事联系小黄啊，我联系小黄，我哪有时间给他们在群里在管理啊？小黄不是已经处理过了吗？啊，有任何事儿，就是你们这个群里面吵架了、骂人了、开团了，对吧？带引战了，马上联系 HC 小黄啊 ，HC 小黄百日通，有任何事儿都可以找 HC 小黄啊，明白了啊？能理解了啊？啊，小黄直接干掉就行了啊。易总送你呢啊，瓦坎达上限如何？魔看上尼斯的那个左后卫如何？法甲球员呢，一般情况身体素质比较好，但买过来都得再看，知道吧？这个球队呢，就是你除了那些我点的几个名将，我觉得是基本上能无缝连接的，剩下的人都得去再瞅。你包括什么这个托迪博啊，你包括就是什么斯卡维尼啊，你最起码到球队的你要踢个1-2场球，你像这个热刺德拉古辛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你后卫特别是后防线，这个很多时候呢，你要有一定程度上你要明白后防线它有什么呢？它有很多的这个磨合。跟这个整个这个后防线能不能成为一个体系啊，这个也有很大关系嘛。瓦坎达上线身体素质很好，但是有点笨，没事啊，相信我，黑豹 forever 啊，瓦坎达 forever， 未来姆巴佩啊，未来瓦坎达很有可能就成为对吧曼联的后卫领袖，因为他身体素质不错，但是呢这根本就有点笨嘛是能练的吧？啊，给他来给他聪明嘛，笨的话能练的。利基你别叫了利基啊。利基，你的阿姆拉巴特上来才让你2-2，阿姆拉巴特上才2-2，如果阿姆拉不上就2-1。利基2胜2平1胜，5场2平2胜2平2胜1负，赢啊赢啊赢。还有啊，这都送你呢。其怎么看魔场城球迷都在说沃普埃里奥特假摔，那个球啊肯定是一犯规，知道吧？啊，就是那个球说不犯规呢，都有点晕了，你知道吗？实话说啊，当然我能理解啊，主队球迷对吧？对这个球的一个不认可等等，就是那个球呢，当万比萨卡那个动作一做出来，我就知道那个球要点球。为什么呢？因为虽然那万比萨卡的脚没铲到他的脚啊，但是呢，他的支撑腿带到了埃里奥特支撑腿，知道吗？那禁区里的是个剪刀腿，然后呢，他在运用过人动作的时候呢，对吧？你给他放倒了啊，那他吹你点球，你肯定是没毛病的啊，因为你那个球是一次在禁区里的一次这个放铲，然后呢你又没碰到球，对吧？你把人绊倒了，那肯定是点球啊，
点球是没有争议的，知道吧？啊，再说了，跳水这个东西本来嘛，什么叫跳水？他没碰你跳叫水了。但是呢，这种东西要顺势而为，就跟战衣18跌一样。战衣18跌，你也不能说鲁本迪亚斯是假摔，你能说鲁本迪亚斯对吧？一碰就倒，软，那一样的嘛。埃里奥特这也是这么回事儿，你不能说是假摔，你能说顺势而为，对吧？啊，这是一样的。感谢这拜拜续费的会员啊，感谢拜拜啊，感谢拜拜啊，就是大概是就这么个情况啊。下一个啊，口技君正义300电池，其明后天解说欧冠，我看哪两场？我现在在犹豫，其实我2场我都不想解说，知道吗？我觉得我想同时看曼城、皇马和拜仁和这个阿森纳，所以说我就不想解说。但是呢，万一好像大家都觉得想让我解说曼城跟皇马，然后让我自己去补拜仁跟阿森纳，那也行，我得考虑考虑吧。啊，有可能会解说曼城跟皇马啊，有可能啊，再考虑考虑啊。ARK 送的300电池，预测巴萨 PSG 比分，感觉如果巴萨客场不败，国家德比不败，如果脆败，这赛季要一蹶不振了。我感觉啊，巴萨在巴黎的主场不好说，主要是这个赛季啊，姆巴佩啊憋着一股劲儿，你知道吧？就很难办，而且巴黎上面你看似抽象，他这个队其实今年成绩不错的。如果是客场的话，我个人还是看好巴黎在主场能赢球。姆巴佩现在就像什么？就像弹簧，被恩里克摁得太惨了。那给他摁那么惨呢，他就天天他就想发力，他就想踢球，他这对于足球的渴望达到了这个生涯最高啊。所以说呢，他这是欧冠里边面对巴萨大杀四方啊，来俩突两个，我都觉得真是我个人都认为很正常。所以说，我觉得巴黎跟巴萨这一组呢，特别是这一场巴萨客场，我个人还是优先看好巴黎圣日耳曼。曼城跟皇马，包括拜仁跟阿森纳啊，我应该会解说曼城跟皇马啊，暂定啊，等日程表啊，兄弟们啊，等日程表啊。许大家乐送3电池，评价一下曼联和切尔西的2个5字谁更搞？那肯定阿姆拉巴特更搞啊！你们那玩意儿，你那叫什么？巴迪亚基勒那5字呢？搞是搞，但是呢，最起码像个人。这个阿姆拉巴特呢，他一上场就不像职业球员。就像是那种老板球，我不知道你能理解。就你看阿姆拉巴特，就是你一看别人，你闻别人身上的味道都是，对吧？要不然就香，要不然就臭，对吧？你像这个，昨天毕费上半场臭的，下半场香的。你因为阿姆拉巴特就是一股异味，狐臭，知道吧？就是那狐臭味，知道吗？就它既不臭又不香，就是狐臭那种那骚味，我的在场上真是跟别人不一样，啊，这老板客串球员，你看他节奏就不对呀，那味儿扑面而来，一股闷味儿，我天哪！一上场我就知道要完犊子，这个球员为什么要让他上？为什么？赶紧让他走，赶紧拿走啊！前男友送3电池，评价一下安仔昨晚表现，感觉安仔防守积极又凶狠，气势和态度拉满，可惜绝杀失败。安东尼上来不就打个酱油嘛？有什么表现不表现？啊，安东尼上来不就是打个酱油嘛？有什么表现不表现？安东尼这个球员啊，他有点像谁呢？我最近越发感觉他有点像这个，就是最近爆火的一个 rapper 叫糯米，真是蛮像的，就是感觉呢刚来对吧，蛮滑稽的，跟小丑一样的，是吧？啊，这个但是呢，随着骂多了吧，啊，又感觉呢这哥们儿呢，就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啊，感觉挺可怜的啊，挺可怜啊，感觉这个挺可怜的，就他越努力呢，你越觉得他，我觉得他越努力，我越觉得他。这水平呢，确实就到这儿了，是小小的个子，对吧？啊，跟手办似的啊。但是呢，只能讲呢，希望他未来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轮换球员吧。啊，你指望他成为顶级球员是不可能的，他的身体天赋就不达标啊。只能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轮换球员，合格的边前卫吧。啊，或者说能往格拉利什这个方向发展。昨天怎么讲呢？就曼联这个滕哈格买的人啊，就是愚蠢到家了。我说实话，昨天霍伊伦呢情有可原，面对世界第一中卫范戴克。没有优势，这都大家都理解，对吧？毕竟范戴克这个老小子呢，确实很猛，对吧？打不过范戴克嘛，都可以理解。你说这个，昨天拉什福德干嘛了？拉什福德不是他买的，但是我想问，拉什福德昨天干嘛了？有人马下的意思了啊，走着走吧定疼，踢不了了，没干嘛，就走着走吧定疼，踢不了了，对吧？啊，哎，感谢这个易总啊，感谢我们这个切尔西易总送的跑车，感谢易总啊，感谢易总，感谢易总啊，感谢易总。对吧？他干嘛了？啊，他还没干嘛，他怎么就定就疼？啊，包括阿姆拉巴特这种边角料，如果昨天有弗雷德，但凡有弗雷德都拿下了啊，所以说看着恶心，我天！你越看，但是他带青训的也可以，但他那个青训吧，都是他迫不得已用的
啊。不过我支持滕哈格再留1年，我一直以来坚持这个看法，我支持滕哈格再留1年啊。我觉得今年的成绩有很大程度上偶然因素啊，还有引援的问题，把他的引援给他掐了，我们买人让他用，应该没关系。维尔梅达用3枚电池。七哥，后卫只有鲁本、阿坎吉、斯通斯、刘易斯了，摆大巴踢防反可行吗？曼城踢不了防反啊！曼城这个球队呢，他只能踢半场攻防，踢不了防反。曼城这个球队就没摆过大巴，我印象中，在我的印象当中，瓜迪奥拉的球队摆过大巴吗？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就是他带任何一支球队，从来没摆过大巴。整个历史上来看的话啊，那么所以说我是觉得曼城他踢不了，不会。他不会，就是你们不要觉得大巴那狗都能摆啊！你们不要觉得大巴狗都能摆大巴也有技术的，对吧？你中国队摆得了大巴吗？也摆不起来。为什么？你守不住啊，你不会呀、你这东西你还是需要练的，还是需要练的啊！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曼城摆大巴估计是摆不起来，还是得打传控啊，或者中场的打中卫逼抢啊，最多到阿根廷世界杯阿根廷这个感觉是吧？对吧？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他可以考虑的啊，可以考虑的。下一个啊，欧总送你呢，其大胆预测欧冠4强，哪些球队位置性更高？阿森纳。其实我倒是觉得现在阿森纳啊有点机会啊，阿森纳，你们觉得呢？你们不觉得阿森纳有点机会吗？我真觉得现在阿森纳有点机会。阿森纳跟拜仁这场球呢，看中场了。阿森纳的中场要能发挥特别好啊，那么其实拜仁呢有点悬的，不一定能稳赢他啊。对啊，不一定能稳赢他，就是阿森纳跟拜仁这场球不好说。然后曼城跟皇马我看好曼城，马竞跟多特我看好马竞，巴黎跟巴萨我看好巴黎，就完了。只有阿森纳这一组呢，我目前为止我不好说，只能说拜仁这个赛季呢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强，但是场子欧冠确实是经验太少。如果阿森纳能过拜仁这关，那今年他就是一个进化了，过不了拜仁这关，那可能就崩了啊。子送没电池，齐总今天状态肉眼可见的好，主队踢得好，真是养人。确实啊，对吧？我跟你讲，有些时候啊，这是事实。就当你的球队赢球的时候，你感觉人逢喜事精神爽；当你球队输球的时候，你感觉对吧，非常丧，对吧？是这个道理吧？啊，只能讲呢，输给切尔西那场比赛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切尔西我拜个主队的啊，切尔西，下一个啊。这个 M 总送你呢，东哥最后差点绝杀，吓得我差点从床上跳起来。东哥表现还可以啊，东哥还可以啊。你好，易总啊。C 总送你呢，感谢这个易总送的跑车，感谢易总啊，感谢我们这个切尔西易总是不是在曼彻斯特啊？有机会我们在曼彻斯特面基啊，感谢易总啊。HRC 啊，奔马说不进球是队友不行，但基达是上赛季冠军，本泽马嘛，这个球员呢。很多这个皇马球迷呢，把他想象的，或者很多圈外球迷呢，把他想的觉得他人很好，但是其实我跟你们讲冷知识啊，本泽马是一更衣室炸弹，只是在皇马他炸不起来，因为皇马全炸弹，想他没想不着他，皇马那更衣室呢太深不可测啊，想不着他知道吧？但是我跟你们讲冷知识，就本泽马就更衣室炸弹啊，他绝对不是一个好相与的人物，知道吧？他本身上呢，他就是一这个更衣室里边就不太好整，他只有在皇马他好的。他去国家队啊，在别的地方呢，真是挺困难啊。所以讲呢，这个本泽马说这个不进球呢，你当他开个玩笑就完了啊，开玩笑就完了。你主队也没赢啊。对呀，你不说我都真没反应过来，我们没赢啊，但是怎么就这么高兴呢？你再往上说了一句啊，我们确实没赢。我没赢啊。但我怎么这么兴奋呢？为什么这么高兴呢？为什么？下一个啊！今晚胜利能赢新月吗？反正你看阵容肯定赢不了，新月太猛了。但是我觉得胜利能赢，米特罗维奇手上了嘛，我希望胜利赢啊！兄弟们，一个啊！真的无语。曼联打阿森纳积极开，其客观，我跟你讲，真是5-5开。有一说一啊，曼联跟阿森纳在老特拉福德真是5-5开。阿森纳很强，阿森纳很强。但是曼联的主场真不好打，实话说真是5-5开。我真觉得阿森纳打曼联在客场不一定能占便宜，就是从主场来看的话，因为你主场打曼联都没占多大便宜，是吧？你看曼联今年在主场面对这个英超 Big 6的这个比分，跟热刺是2-2，
是吧？跟热刺是2-2，然后跟这个切尔西是3-1啊，2-1，跟利物浦是4-3啊，2-2，然后跟这个曼城嘛打不了啊，没办法，实话打不过，对吧？啊，今年其实就输了一个曼城啊，啊，所以说我是觉得今年你其实还有点希望啊。你说曼联跟阿森纳真是五五开吧？啊，五五开，下一个啊，折腾送你囊，北伦敦之王现实返场，枪迷哪来的自信叫得欢？好啊，自信是好的啊，我一向坚持一个理论啊，就是在大赛之前你们就叫，知道吗？就叫，为什么呢？你叫的越欢，对吧？你到时候比赛的时候你回旋镖越猛，那么就有效果，跟乐的人就越狂欢。反正欧冠没我们什么事儿了，加油，恨的叫！阿森纳球迷跟拜仁球迷给我喊叫，对干！皇马球迷、曼城球迷给我干！不准称母语，不准低调，比赛就是狂干啊干！阿克、沃克、格瓦确定不会飞往马德里，我去，格瓦迪奥也受伤了嘛？啊，七仔，曼城还能夺英超冠军吗？我跟你讲，今年啊，看赛程的话啊，大概率是曼城，赛程的话啊。巴黎的安联，德国队长该我铁血鸡哥的啊，京多安没啥贡献。德国队长肯定是穆勒诺伊尔啊，京多安在德国肯定不是队长啊，德国队队长安联啊肯定是这个未来肯定是这个穆勒啊，肯定是诺伊尔，然后穆勒，然后差点可能是基米希吧。京多安确实我觉得啊，我也觉得不应该是他。说实话，德国队队长，贡萨勒姆斯，热刺如果连胜，我城和阿森纳是不是能夺冠？热刺夺个屁冠，差多少分啊？热刺，你赢别人就不会赢了，别人输一场不能输给别人，不能赢别人是吧？曼城不能赢别人啊，这肯定说是你热刺就还想夺冠，做梦了，热刺啊，这别想了啊！周末在家好无聊，送的锦囊，你这么厉害，在这当主播，不去当教练，扬名立万，再等等啊，等我30岁以后就会有可能去当教练了。在筹划啊，30岁之前的话，我们还是以这个学习啊，对吧？挣钱啊，这个包括这个做事业为主啊。30岁以后是有个可能性的，再等等，我现在太年轻了，带不了队啊。第一呢，现在工资太低，教练工资太低。上次有一个俱乐部找我说是技术分析师啊，他妈1万多块钱，我说我这干不了啊，这是符合不了我日常开支。然后30岁以后有可能啊，30岁以后有可能，别着急啊，别着急啊。下一个啊，异动送你囊，齐指导啊，齐指导幻想自己是曼联主帅，下窗，幻想自己是曼联主帅，下窗买谁留谁卖谁，幻想自己是曼联主帅，下窗买谁卖谁留谁，下窗买谁嘛？福瓦纳、弗拉霍维奇、阿劳霍、基利安姆巴佩，是吧？这个乌加特、特迪博、安东尼奥·席尔瓦，是吧？这都行啊，都可以啊，是吧？卖谁的话，拉什福德、阿姆拉特赶紧爬，对，马夏尔、桑乔，包括格林伍德，对吧？林德洛夫，是吧？马拉西亚，可以赶紧爬了，对吧？这不简单吗？简单，你换半个队。好了，小黄，你赶紧把这个图全截了啊！我们等会儿跟他们官方连线啊，跟官方连线连1个小时，我们回来再读你们这些锦囊啊，兄弟们啊，你们稍等啊，我们今天接了这个官方的这个小抖官方的一个这个任务啊，跟他们这个英超脱口秀连线啊，跟那个什么于森淼还有这个王振坤啊，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什么爱奇艺解说天团，我就一个人。就我一名嘴，我就一个人，我1干3啊，兄弟们啊，我们今天这个跟他们官方有个任务啊，我们等会跟他连线啊，大家等会进来啊，先截图，小黄把所有的都于新淼把所有这个都给我这个截上啊，都给我截上啊，小黄截上啊。齐帅哥，明年要我也在曼城，不忙的话请你吃饭。好的，易总，好的啊，好的啊，接好了吧，小黄啊，接好了啊。然后我们这儿就这样啊，等会儿有漏的赶紧去联系一下这个叫做小黄啊，赶紧联系一下小黄啊。
马上跟他连线啊。看好像是淼哥卡了，你不动了，你脸不动了。对，是我卡了是吗？刚刚现在好了，现在 OK 了是吧？我换个那个啥吧，我换个武器。好。OK， 我换武器好了。楚奇那车咋样了？那个我那天刷到你那个视频，车后来咋样了？车就那样呗，就修好就修好了呗，我也懒得单弄。没在维维权啥的呀？算了，我这个不想跟他闹。他那个车吧，我感觉也是小问题吧，他应该是那个温度器可能出问题，他那个盖儿没弹开，然后就算了，好拉倒吧。主要是刚买的车，你肯定这个。我跟你讲，我买那个车之前我就知道他这个车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网上风评不好。但是呢，我一觉得帅，我一想，帅不就完了吗？你得凭自己的影响力给他们施加点压力，这得。哎，好，交给郭老师，咱那个先不闲谈了。好，那我们已经到9点了啊！我们本期抖爱英超 Talk Show 又在每周一晚上9点来跟大家见面了。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充满着理性和客观的吵架节目啊。在每周一会跟大家见面，我们会有我们心爱体育解说天团的小伙伴，以及邀请抖音的足球大咖们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英超赛场内一期的大事小情。那么今天呢，我们3位嘉宾老师来到了直播间啊，也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3位老师，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啊，有我们王楚奇老师，还有于苗老师以及王正坤老师，欢迎3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给3位老师点一波关注，同时呢，也给咱们心爱体育来点一波关注。那今天我们本期的节目呢，也会给大家继续发放福利。今天的福利是6个世界杯的训练足球，那大家如何领取？一会儿就点击一下咱们头像下方这个左下角有一个福袋。稍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上福袋啊，然后在整期直播过程当中，会陆续的给大家发放足球，大家可以去领取一下。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公屏区跟3位老师进行互动，参与到我们本期的辩论话题之中。那同时呢，也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心爱体育在本周会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英超的赛事直播，比如说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在英超积分榜前3名的3支争冠球队的比赛都会给大家带来，所以说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心爱体育来点一波关注。那我们本期节目就要正式进入到第一个环节了，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是红黑榜。首先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规则是什么啊？3位老师需要选出你们心目当中表现好的红榜，以及大家想要去吐槽的黑榜。那红榜和黑榜上榜的原则呢，就是跟咱们英超赛场相关的，比如说球队、球员、教练或者是裁判，这些都是可以上榜的。也是欢迎咱们的球迷朋友们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3位老师进行互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3位老师来依次发表自己的观点了。那首先从齐哥先开始吧。好啊，大家好啊。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这一轮英超的话，表现最好的球队其实是阿森纳吧。如果说硬讲的话，我们讲红榜，如果说以球队来表现的话，我觉得还是阿森纳表现最好。因为呢，像曼联呢，其实3轮丢了应该是7分啊。切尔西呢刚刚逆转曼联那边马上又犯病啊，这就是属于这个切尔西独特的魅力。你包括这个利物浦他其实他现在这个情况在老特拉福德仅仅拿到了1分，我觉得克洛普包括利物浦球迷也不满意因为他后边客场很多他要丢分，他冠军也没了。那么你像这个曼城呢其实比较稳定但是要说真是最近表现很好的，我觉得阿森纳应该是最近表现特别好的。那么至于我的黑榜呢其实我认为球队，因为我们讲 Big 6为主嘛Big 6其实最近表现都还可以。哪怕是曼联丢这么多分，但是其实在老特拉福德守卫战拿到1分，我个人是觉得最起码不算是特别难看在切尔西输球呢，节目效果上也拉满，其实踢的呢也算比较顽强，因为先丢2个球，所以也是可以接受你要说我觉得黑榜呢，我提一个个人吧，我一个阿姆拉巴特。这个阿姆拉巴特呢是我见过英超 Big 6最菜的队员，这没有之一，最菜。就基本上他一上场，每次腾子派他上场就为了防守，但是每次他上场就丢球。因为这么一个球员不是那么奇葩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能留存在英超这个赛场之上阿姆拉巴特。另外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他上场跟别人之间感觉就这个节奏就不对
就其他人上场呢都是在踢球，他一上场感觉他就上去就是做那个叫做什么广播体操，你感觉他呢就是开始搁他后撤步，开始搁他滑，就跟像我们以前那个很早之前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魔鬼的步伐，这种感觉就没碰到过球。这样的球员我是不知道怎么能够以租借费比弗雷德还贵的这种情况来加盟曼联的啊！这个球员呢是我这真是看不下去了啊！你要黑榜嘛，有阿姆拉巴特。好，七哥提到两个啊，一个阿森纳，一个阿姆拉巴特。然后咱们第一轮这样，先来说红榜吧。然后一会儿第二轮黑榜，七哥可以继续吐槽一下啊。那接下来呢，有请淼哥带来您的红榜的人选。听楚奇说的，我瑟瑟发抖。我今天正好还穿了一个佛罗伦萨的这个球衣啊，英超你穿什么佛罗伦萨？赚大了的一笔交易啊！这个真的是，其实他之前在意甲表现的时候，我确实觉得他可能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可能说他在世界杯这样的比赛里面，因为大家如果看得多的话，在世界杯赛场上面这种昙花一现，但是回到联赛逻辑里面，他不好用的这种球星太多了。其实当时曼联不应该，当然可能考虑到曼联的这个财政状况吧。这个毒药合同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毒药。我说一下我心中的红榜吧。其实我觉着这周的表现的话，我想把红榜给到德布劳内。在本轮的表现里面也是非常的出色，而且其实可以看到他在赛季的上半段受到很大的伤病困扰之后，回归之后，整个曼城队的状况也是，我觉得不能说叫完全的回归正轨吧，但是起码打到一个正常的水平里面。而且大家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包括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待会儿可能要聊这个话题，就是哈兰德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对于曼城队来说的话，他队内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其他球员的一些状态，是有一些的困难的。但是德布劳内在回归之后的发挥，虽然说有几场比赛有一些的起伏吧，但是我觉着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德布劳内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所以这轮最佳球员的话，其实我本来也想选我场的这个球员的，但后来想了想，还是把这个选择给到德布劳内吧。好的，那下面就请坤哥来说一下您的红榜。红榜我给一个非 Big 6球员吧，我给西汉姆联的沃德普劳斯。这周2轮比赛嘛，一场平热刺，一场客场逆转狼队。其实西汉姆联的表现都超乎我预期。那场解说的那场是我解说的。上半场给沃德普劳斯、莫耶斯放在了前腰那个位置，整个西汉姆联完全失势。上半场狼队控球率将近70%，最后差点给西汉姆联打爆了。但是下半场他给沃德普劳斯往后腰放了，然后等于说让沃德普劳斯去整个统领中场，然后下半场西汉姆联势头完全逆转了，而且他进了一个直接的角球直接破门。那个球呢有争议，就是说算不算直接任意球，英超官方是没算的，角球不算直接任意球，所以他跟贝克汉姆还是差着。但是那个球确实非常非常漂亮，直接越过热泽萨的头顶然后进的。现在其实我觉得沃德普劳斯这个能力完全配得上索斯盖特看一眼，但是只能说索斯盖特可能坚持自己的想法吧。中场这个位置，因为现在梅努也起来了嘛，所以对于沃德普劳斯来讲，我觉得表现绝对配得上一个欧洲杯席位，但是可能索斯盖特还是视而不见。好的，那坤哥是把红榜给到了沃德普劳斯啊。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黑榜了啊。刚刚齐哥有吐槽这个阿姆拉巴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黑榜的人选吗？还有一个巴迪亚希勒，我想说巴迪亚希勒，对吧？都是5个字，反正都是5个字，都5字不行。怎么讲呢？我是觉得啊，这个巴迪亚希勒也有点阿姆拉巴特的意思啊，就是感觉神志不清。他一上场之后，整个这个切尔西这个，而且他特别受波切蒂诺喜欢，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就是波切蒂诺，你看打这个曼联的时候也是啊，就是他宁愿下迪萨西，宁愿下库德托，这个巴迪亚希勒都是在场上杵着，但其实他的失误最多呀。所以有些人不太能理解啊，这个关于巴迪亚希勒的使用。另外呢，刚才我看这个2个老师都在提到了红榜，提到了个人嘛，那我也说一个个人嘛，我就说我觉得表现比较好的这个红榜啊，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谁呢？科比梅努，对吧？我们讲他叫科比，其实他这个表现呢，你可以看到他在场上，他很明显就不像是一个年轻球员。其实中场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一点，就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动于色，一般情况都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中场领袖级别的这种组织进攻能力。但科比呢，可能有他自己的问题啊，他的防守啊、选位啊，包括他的1对1能力呢，在防守上面体现的不够强。但这个球员啊，最起码在今年每一轮他出场的时候啊，在他这个年龄段都算是顶尖的一个球员了。我觉得英格兰国家队呢，可以考虑欧洲杯把他带上，但是呢不一定让他上啊，保护一下，不一定让他上，应该肯定会带上，带应该是肯定带，80%吧。好。
那淼哥来。拉的保托雷斯吧，因为这个球员是这个我们前2年说西甲嘛，一直看着他长起来的。其实我觉得保托雷斯这可能代表着现在一大批可能你在现代大家会比较有一些这种观念上面区别的中后卫吧，就是他除了不会防守之外，样样精通。作为一个中后卫，有身高，然后这个有出球。然后，而且他是一个左脚中卫，你在当下足坛，你满足这3项，基本上就是大家都会很追捧这种中后卫。但他就有一个缺点，作为一个中后卫，防守很一般。你像这周末我解说的阿斯顿维拉这场比赛的话，你可以看他把对手的这个几名球员姆贝乌莫啊，这场上踢的跟勒布朗詹姆斯一样啊！这我看球迷们都在说，这给踢的太强了。他在防守端的问题，其实，在比利亚雷亚尔时期的话，当时他主要有阿尔比奥尔来保护。但是现在的话，因为他现在搭档的同样是来自于西甲的迪俄卡洛斯，卡洛斯在大伤之后，其实他已经很难把保托雷斯的一些问题给包住了。而阿斯顿维拉的话，今年其实在卡马拉这个位置上面，等于他的3大这个核心球员吧，卡马拉这个位置受了大伤之后，后防线其实现在问题是很大很大的。因为咱们待会儿还要展开说维拉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保托雷斯这个点是代表着现在可能说，这跟我们几个小时候。我好像还是咱们4个里面年龄最大的，我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竟然是这，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些中后卫，那你最起码得防守过关啊。但是你现在可能涌现出了一大批像这样的中后卫，他真的是本职工作可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是我觉得对保托雷斯这周选到他的黑榜的一个原因吧。一个是他表现有一些问题，另外一个的话，他可能代表着当下时代某一类有问题的中后卫的情况。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请坤哥来说一下您的黑榜。我接着说中后卫吧，巴蒂亚希勒我再提2嘴。巴蒂亚希勒呢，这个赛季我解说的比赛加我看的切尔西的比赛，他的乌龙球加乌龙助攻加起来至少得有5个以上，乌龙球加乌龙助攻啊，像脚后跟助攻狼队那脚实在太精彩了，脚后跟乌龙助攻，所以他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刚才齐哥也说了，我再多提一个中后卫，利物浦的夸恩萨。确实，我觉得克洛普的用人也有一些问题。双红会这么重要的比赛，真敢去上夸恩萨？因为科纳特说是有一点小伤，但是我觉得，这么重要的比赛，你还是尽量说别太敢去用像夸恩萨这样的小朋友。你毕竟曼联那边没有办法嘛，用坎布瓦拉，但是你利物浦不是说没有其他的中后卫可以选。夸恩萨这个赛季也不是说第一次出问题了，他之前的比赛也出过一些问题，但是双红会这么重要的比赛，最终犯了这么大一个错，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他未来这个错，看他后面心态会不会受影响吧。但我觉得这确实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教训。我郑坤啊，可能有一个这个场外你知不知道？科纳特没吃饭，我知道，跟一样。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上科纳特的话。他至少不会犯像夸恩萨这种错，就是他可能我顶不住，但是他的经验是摆在这儿的，对吧？确实。那我看咱们球迷朋友们也都在讨论啊，咱们本周的一些红黑榜的球员和球队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再跟3位老师聊的，待会儿啊，咱们还有其他的时间，也可以再聊一聊咱们其他的一些话题啊。那接下来呢，还是再提醒各位，我们左上角的福袋又给大家挂上了啊，大家可以点击一下领取。那今天呢，我们会有6个世界杯的训练足球给大家发放，刚刚已经有球迷朋友领到了啊，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左上角。同时呢，也请我们直播间的球迷朋友们给3位老师来点一波关注，也关注一下我们心爱体育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话题讨论环节了。我们今天的主话题是历史最强前锋排名啊，那请各位老师聊一聊咱们自己心目当中在英超历史的最强前锋 Top 5人选啊，我们一共有5个人选。比如说像阿森纳、纽卡、热刺啊这些球队，也都给英超贡献了像亨利、阿兰希勒以及凯恩啊这种现象级的前锋。包括呢还有很多球迷朋友们比较关注的，像阿圭罗呀、鲁尼呀，以及此前的安迪科尔啊、范佩西这些球员呢，也是有着不俗的表现和荣誉的。那接下来就请咱们3位老师来聊一聊你们心目当中英超历史最强前锋前5位的球员，并且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您的这个评价的标准是什么？那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把我们的这个选择权给到3位老师了啊。那首先这样吧，我们先来听听3位老师各自的人选是什么。七哥这边人选有了吗？咱换个顺序吧，每次我看都是我先那也行，那这样吧，我们这次就坤哥先开始，好吧？要说那个标准呢，还是先就把排名说了。哎，咱们可以先说一下您的排名，然后待会儿咱们再这个细讨论一下。那我从第5开始说，5、4、3、2、1是安迪科尔、阿圭罗，第3是凯恩，第2是亨利，第1是阿兰希勒。好的。淼哥这边呢？这个问题真的好难啊！这个，那我就是选5个人。我今天还想别上播了，再给忘了是哪5个人。咱们今天的标准是前锋吧，对吧？因为我看单子里面是前锋啊，不一定非得是纯中锋啊。那我的人选是阿兰希勒、亨利、C 罗、迈克尔欧文、哈里凯恩。好的，这个5个人选确实顺序待会儿再说啊，我脑子里面还没把顺序给捋清楚，待会儿再想想具体的顺序。可以，咱们待会儿在细聊的时候展开讨论哈。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坤哥刚才说的5个顺序是什么了，然后下面就请齐哥来说一下5个人选是谁。今天我准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要准备5个，所以我一直想的是，就是我觉得谁是最好的这个中锋嘛？那我就说我个人理解，就是我理解了几个名额吧。我今天想到了几个，但是我就先不分排名。我觉得鲁尼，然后阿圭罗，范佩西，亨利，然后还有一个安迪科尔，大概我心目中是这5个人啊，就是放到这个英超历史最强前锋里边。好的，那坤哥呢？您刚才说了这个5个人选嘛，这个顺序啊，包括您的这个评价标准啊，可以再跟咱们球迷朋友们展开来讨论一下。对，因为我上午接到这个选的这个是英超历史前锋排名前5，那因为我一看历史这2个字眼，就它肯定是英超这么多年，它会把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去评选，然后所以我第一个标准是你的总进球数得在英超历史排名前10，就是那这样的话其实就硬性标准我直接卡了，英超历史总进球前10你得排在这个范围里，所以那就卡掉很多了。然后第2点呢是你至少得拿到1次的英超金靴，然后那我说这5个人都满足，鲁尼没有拿过，所以我最后本来纠结的就是鲁尼没有拿过英超金靴，所以我就是这5个基本的标准。其实新淼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英超历届的金靴啊，这个还挺重要的。我亏着你这是问了个这个英超的人，英超历届金靴的话，因为英超还稍微好说，咱可以顺序说。93年是谢林汉姆，94年是刚刚2位老师都选的安迪科尔，然后95、96、97是阿兰希勒3连庄，而且阿兰希勒的前2年是在布莱克本，第3年是在纽卡。98、99应该欧文连着拿了2年，然后欧文第1年是跟谁并列来着？因为那年我记得是3个并列，应该是有那个萨顿、欧文还有另外一个3个人是并列，然后第2年欧文应该还是有2个并列，哈塞尔、巴因克还有一个谁，然后20年的话应该是菲利普斯，我这是我以前签名球衣盲盒出来过的一个菲利普斯。01年是哈塞尔巴因克，然后02年开始就是范尼、亨利争雄那几年。01、02是亨利，03范尼，04、05、06亨利，就亨利是唯一一个拿过4次英超金靴的。然后这是到哪一年？06年，07是德罗巴，08是 C 罗，09是阿内尔卡，10是德罗巴，11是特维斯和贝尔巴托夫，12、13是范佩西，14是苏牙，15是谁了？15是阿圭罗，15是阿圭罗，唯一的一次。16、17是凯恩，然后18是萨拉赫，19是萨拉赫、马内和奥巴梅扬，20是瓦尔迪，21是谁来着？离得太近了。21是凯恩，然后22是孙兴民和萨拉赫，然后去年是哈兰德。历届的话，其实整体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按金靴拿的次数的话，
确实亨利还是挺屌。我其实今天有2个人选是觉得绝对不可能变的，就是第一，就是一个是亨利，一个是阿兰希勒。我觉得这俩人是肯定得有的。其他3个人的话，我其实觉得是得标准看看要怎么设立了，这可能就是。我看咱们直播间球迷朋友们都在说哈，说淼哥这都能记住，然后刚才坤哥和淼哥是从这个进球，包括这个金靴的角度啊，给大家这个梳理了一下心目当中的人选啊。那齐哥这边呢？首先我们先讲淼哥这一段贯口太流畅了。别，我刚刚郑坤一说，我都快心虚了，我都亏了。今天我们聊的不是意甲。然后我觉得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我判断这个英超历史最佳前锋的就是这个评判标准呢，就是我看怎么去选呢？如果你选是这个球员在英超效力过，然后他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他在是不是英超，就是英超我们排前锋就是所有球员只要在英超效力过的，谁的历史地位高，谁就是最好的前锋，那毫无争议肯定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对吧？那这一点你像鲁尼啊，你包括范佩西啊，你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安迪科尔他们等等都没有办法跟 C 罗去比。但是我们可能还是去讲，就是说他的大概率成就都是在英超范围内去取得的。那么从这点上去考虑的话，可能C 罗在英超时期他踢的不是前锋踢的是边前卫，他是从右边前卫到左边前卫，他在拿着金球奖，所以说我们没有把他放在这个前5中去讨论，这是我这个理解啊。就如果说你要是聊这个球，我就考虑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去评价足球的时候，特别是评价这个历史地位历史最好前锋，我不能说是，就是我觉得他踢得好，或者我觉得他踢得不好那他在我心目中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一个评判标准的如果说我们不以就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来评价一个球员他的强与否，那他在不同时代、不同年代、不同对手，那怎么样判断他跟他是否谁比谁强呢？那肯定是用进球数、冠军数这些东西去衡量嘛。那么如果说我不通过进球数、不通过冠军数，就我觉得他踢得好，觉得他踢得不好，那不就是相当于我们娱乐圈，我觉得这哥哥演技好，那个妹妹演技好，那么谁演技好呢？谁拿奖谁演技好。所以说你看我今天呢，我让这个我助理我让小黄他就统计了很多就所有的这些球员他的荣誉。那么其中除了这个安迪科尔之外最硬的就是鲁尼。鲁尼的这个进球数呢281球，152注，有欧冠，有欧联，有5个英超，有足总杯，有世俱盾，有联赛杯，有英超最佳，也有这个世俱杯最佳射手。那么阿圭罗呢是除了欧冠之外他可以跟鲁尼去竞争这个奖杯包括他的进球数。那剩下的一个就是安迪科尔所以说我的这个排序当中呢，我可能会个人理解就是如果说从冠军角度上来讲，那么鲁尼放进来至于哈里凯恩压根就没在我考虑范围之内。因为一个没有冠军的球员，或者说没有拿到冠军的球员，最起码此时此刻我觉得他在英超可能在前锋这个地位里边，我甚至会把哈兰德排在他前面。这是我个人理解好，七哥刚才补充了一个他的角度，就是还从个人荣誉方面入手那淼哥跟坤哥还有什么其他的角度吗？来衡量一个这个前锋的能力？因为这个，我觉得刚刚楚局提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今天其实最犹豫的一点就是鲁尼跟凯恩，因为这俩人正好是2个方向的这个极端了，因为就俩人进球数上面，郑坤应该是一个第2，一个第3是吗？对，就是我可以从第10往上倒一下，现在第10是萨拉赫，之前把欧文超了，欧文原来是第10，现在第10是萨拉赫，然后第9是杰梅因迪福，第8是罗比福勒。然后第7是亨利，第6是兰帕德，前10里边唯一的一个中场。然后第5是阿圭罗，第4是安迪科尔，阿圭罗跟科尔只差3个球。然后第3是鲁尼，第2是凯恩，第1是阿兰希勒，是这样一个顺序。鲁尼其实有一个优点，我补充一下，出席一个，他有一年他0910应该是赛季最佳球员。所以其实今年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谁是最佳前锋的时候，有一个我加进来的2个标准，就是因为有一些历史上的球员吧，我们仨现在空口给大家说，可能会让大家觉着你们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或者说当时是怎么看的？我觉得可以引入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怎么把一个前锋从一个单纯的数据型球员和一个球队里面大比重球员给区分出来，就是看看他能不能够在拿到最佳射手的同时，在个人奖项上面有所突破。比如说你在金球奖的评选里面，比如说你在年度最佳球员的评选里面有一些好的发挥。然后我就数了数，鲁尼是拿到过1次的这个年度最佳球员，
亨利是拿到过2次。其实刚刚就是我其实今天也是有个犹豫啊，就是 C 罗究竟要不要选？因为就像刚刚主席说的，他早年间踢的主要是边前卫，而且是标准的边前卫，绝对不是后来大家说的那种边锋的，他是标准的边前卫踢法。包括其实给大家引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罗的职业生涯的前40场欧冠1球没进，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人去指摘他这个问题，因为那会儿他是踢边前卫的，他一直到06-07赛季打罗马才正式欧冠开胡。但是因为他06-07、07-08和08-09 3个赛季，就是那会儿福格森用了这个3头怪阵型嘛，我觉得勉强可以把他算在前锋。所以如果说这个篮球圈有个说这个最高的山跟最长的河啊，他07-08那年太硬了，就把那年所有的奖全拿了，英超最佳球员、英超金靴、英超冠军、欧冠冠军、欧冠金靴、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那年还破了这个以前贝斯特保持的曼联年度进球记录，就等于那年 C 罗是太厉害了有点。所以说其实就你看把那年的 C 罗有没有放到，其实刚刚主席说的那个标准就很对，你要不要把他放在前锋位置上面？如果放的话，那就别比了。说实话，其实你说你哪怕亨利和阿兰希勒2个人比的话吧，他俩人这个亨利金球第2，希勒金球第3。这2个人没有拿过，你不用说没拿过金球了，大家也知道这个水平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其实我今天提了一个，我还想着楚曦跟郑坤会喷我的一个点啊，迈克尔·欧文，我本来以为我今天选他会被这个弹幕里面朋友跟2位老师给喷的，我还没想到因为我为什么选欧文呢？就是其实今天我还主要准备了一下他的这个资料，就是一个17岁踢英超处子秀就进球。17岁英超处子赛季，就是他处子秀是前一个赛季啊，第2个赛季拿了金靴，18岁那个赛季蝉联了金靴，然后他是79年的，01年22岁拿了金球，就这个荣誉还挺牛的，可能除了 C 罗能压他一筹的话，你在评最高的山的时候可以评一评他，但是就跟哈里凯恩一个样了，没拿过冠军。这可能稍微的可惜了一些，这可能是我觉着稍微会让我觉得有点疑问的几个人吧。但我觉得阿兰希勒跟亨利这2个人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讨论，因为这俩人太硬了，是不是这俩人咱就可以几乎跳过，就是肯定要选的两个人。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嘛。我把阿兰希勒排前面也是因为刚才我提到的，亨利在总进球数上还是差阿兰希勒一大截的。亨利因为后面去巴塞罗那了嘛，他总进球数在英超历史上只排在第7。所以他跟排在第1的阿兰希勒总进球数还是差一大截的。虽然说荣誉亨利很多没有问题，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排还是说我先把总进球数放在第1个考虑点了。要是我说的话，我觉得亨利呢，你要这些人就除了 C 罗这些人之外，谁踢得最好？我觉得亨利踢得最好，就是他的个人能力啊，你看在场上的影响力，就是我们讲他不怎么隐身，对吧？他其实不是一个传统的叫做支点中锋，他其实也不是传统的突前。他是有技术有突破，其实可以拉边，可以拖后，也可以居中，也可以去右边。你要只看球嘛，他踢得很好，但是毕竟他在阿森纳的冠军数，其实我觉得不够硬。就是我感觉呢，我们去评球员历史地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要看他的这个冠军数，特别那么除了世界杯和欧洲杯啊这种顶级的这种锦标大赛之外，就是欧冠。我觉得欧冠呢其实是硬性指标，因为欧冠其实是全世界所有比赛当中，就包括世界杯，包括什么美洲杯啊、欧洲杯啊，包括什么南美解放者杯，包括这个英超联赛啊，包括德甲联赛等等，所有的比赛当中，欧冠的竞技含金量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拿到欧冠冠军，最起码证明了你在某一年，你和你的球队是在欧洲之巅。你看这些年每一年的欧冠冠军，他或许有这么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叫做就是争议吧，或者有这么程度上他可能，但是他总有可取的这个闪光点。欧冠冠军是基本上没有水货的，所以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排历史地位啊，这个欧冠冠军也应该是放在我们评判标准里边的一大硬项。那么这么一来看的话，那其实对吧？我个人理解啊，你像鲁尼啊，对吧？他就完全可以往上走一走的。你要说这个英超前5中锋里边没有鲁尼啊，前锋里边没有鲁尼，那么你从荣誉啊、进球数啊这个榜单上来看，我觉得是不太科学。所以我可能呢，就是说鲁尼进去，我觉得没问题。没问题。我对鲁尼唯一的一个小的质疑啊，就是因为主席是曼联球迷吧？是曼联球迷，就是可能我觉得他可能稍微有点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在前锋位置上面，当大腿的这个表现，因为他其实主要是09-10那一年算是我觉得可能他个人状态一个小巅峰 ，C 罗离开的第2年。
然后后面的话，你像他13年那年的联赛冠军的话，我觉得可能范佩西的发挥要更好一些。包括后面他就是我可能对他的一个小质疑，除了刚刚说的他没有拿过金靴之外的话，可能是不是因为他没当过这种队内，就比如那种因为曼联太强了，那会儿尤其是有老爵爷在的时候，就那会儿曼联太强了，而且我觉得一个对比就是。因为他跟老爵爷是分开走的，是老爵爷先走，然后鲁尼再留了那2年的吧。我是觉得可能一对比的话，就是老爵爷离开之后，那个曼联莫耶斯那时候，包括范加尔那时候的话，他有一个下滑，所以我是觉得他可能这一点是有点稍微质疑的。后来鲁尼都往回撤了，都打中场打后腰了。后来呢，他这个身体啊，鲁尼属于什么呢？鲁尼喜欢那种乱玩的，知道吧？而且他这个癖好比较特殊，所以说他那个身体啊，他经过30岁以后，他那个下滑曲线太惊人了。他就有点像谁呢？他比阿扎尔这个还夸张，比这个内马尔还夸张。他那个下滑曲线是属于这种，他不是这种波浪形，他直接叭就这个叭就没了。他那个确实是这个生活作风啊，这个等等啊。如果说他能稍微自律一点，我估摸着今天这个争议可能也会稍微淡一些啊。但是他应该能破阿兰希勒的记录的，如果好好踢，绝对是没有问题。他别叭掉下来，他其实破希勒记录是有机会。那刚才几位老师提到的，可能比较认可的、没有太大争议的，像亨利呀、阿兰希勒呀，然后刚才七哥首先提到的 C 罗，如果从个人荣誉上来讲呢，也是可以我们来聊一聊的哈，因为我看到咱们直播间球迷朋友们也是对于 C 罗这个话题也是稍微有一点争议哈。那因为大家也知道 C 罗是英超历史上唯一一个获得过这个世界足球先生的。那我也想问问几位老师，如果说让我们来评选一下，来这个英超历史最佳射手榜单上面 ，C 罗参加的话，你们心中给他打一个第几名呢？也是从七哥开始吧。罗赢 ，C 罗永远是第一，只要有 C 罗榜单，C 罗就是第一。怎么讲也不能这么讲啊，就是只要仅有 C 罗的榜单，对吧？没有他的榜单，有 C 罗的榜单，那么 C 罗就第一。C 罗第一，肯定第一。他这个能力啊，和他在历史上面拿到的这些得分数啊，包括他的进球数，包括他的冠军数，以及呢他巅峰时刻的能力。其实现在呢，很多球迷会觉得他是原地杵啊，对吧？什么僵尸盘带，什么这个各种这个黑称啊，什么这个12码核爆，对吧？这都是我听过很多梗啊，这种有趣的。但是其实呢，在很早之前，他是小罗时期的时候，他呢脚下也生花，他那突破都是爆汤，都是人分，他没有动作的，就是人分叭就英超后卫给他趟完了。所以年轻时候 C 罗很能过，那么到了皇马啊，经过了一些转型等等啊，他其实变成一个这个纯粹的射手。那么我是觉得啊，你如果说这么来选的话，那 C 罗在这榜单里肯定是第一，这应该没有争议。我顺着齐哥这个思路说啊，就是如果按齐哥这个思路，就是在英超踢过的前锋里选一个最强的，那就是 C 罗。这个思路的话，那毫无疑问 C 罗就是最强的。在踢过英超的前锋里选一个个人成就最高的，选一个最强的就是 C 罗。那没了，就是 C 罗。我记着4年前，当时我跟郑坤录我们爱奇体育那个节目《争论》的时候，我们有一期聊过谁是英超历史第一人，甚至我们都忽视了这个前锋这个点，就选第一人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好像还发了一条视频，大概说这个事儿。我说其实 C 罗其实可以把他看作是英超历史第一人的，因为各大官方的时候，其实在评价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包括当时第一批名人堂选的时候是把亨利和希勒第一批选进去的。其实我觉得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给展开来说的话，你不把 C 罗排成第一的话，主要有2大看点。如果说你不认为 C 罗是第一人的话，就是直播间里面如果有不同意刚刚2位老师的观点的，有人觉得你觉得不是 C 罗的话，我觉得主要有2个点，一个就是工龄问题。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我们不能有的时候我们在提到梅西 C 罗的话题的时候，大家会加一些其实莫名其妙的理由。你在讨论其他球星的时候，会不会把工龄问题加进去？这是其一。其二的问题就是 C 罗有一个，他其实更多的巅峰是在西甲的。对，就可能对于英超球迷来说，或者说从英超的这种英格兰官方来讲的话，我选一个我们这儿的最佳球星，结果人家的最佳生涯是在西甲，这不掉面子吗？这不是？所以我觉得从这2个点入手的话，那他可以不是。所以说我看到可能其他的榜单里面，你比如说看荣誉的话，可能吉格斯选的会稍微多一些，因为他的联赛冠军比亨利多很多，他基本上全程经历了曼联的巅峰时刻。另外可能就是亨利了，可能就是这2者2选1，一个是可能个人能力，你选了一个最突出的亨利，一个是长度选的最突出的一个吉格斯。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然了，如果说大家觉得工龄和刚刚我提到的就是西甲跟英超这个对比很明显的话，那自然而然可以不选他。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像我们刚刚两位老师，包括我在内，我觉得 C 罗是可以在榜单里面名列前茅的。就是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个原因。你毕竟在英超联赛里面完成过那么强的发挥，那种单年的表现是很难很难的。而且其实提到阿兰希勒的话，他其实在90年代，我们知道90年代的英超跟后来的英超，他在国际上面的影响力是不太一样的。阿兰希勒其实现在大家提起来他厉害，除了他在90年代发挥好之外，其实他当时在跟意甲球队的直面对话里面表现是很好的。包括当时我记得有一年尤文踢完他之后，包括佛罗伦萨踢过他之后，就巴蒂斯图塔点评过他，就说这个希勒呀，就以前我们看不上这个英格兰球员啊，你包括看后来什么这个佐拉呀、古利特呀，不是都去英超扶贫吗？那会儿他说以前我们都看不上这英格兰球员，这希勒怎么这么强呢？然后里皮当时碰了一次希勒回来，他跟特雷泽盖他们吩咐给我看阿兰希勒的这个录像，你们别看不起英格兰前锋。就是所以他那会儿是有点这个，因为后期的时候，现在英超太厉害了，就可能现在咱们反推，就是以那会儿你在英超里面怎么着，其实我觉得那会儿阿兰希勒是有这点的能力的。而刚刚我们提到 C 罗厉害，其实也是一样的标准，你不仅仅局限在英超这个范围之内了。那其实刚刚楚奇提到一个人，我觉得我们忽视了，就是刚才就哈兰德呀，他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就是金靴得主里面唯一一个场均进球能破1的前锋。这是相当可怕的这个事。其实你单论单年的爆破力的话，哈兰德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总觉得他如果想要再高一个评价的话，你就得把英超这个窗户纸给捅破。因为刚刚有朋友一直在说你们别老说欧冠，我们在说英超，但其实那是一个更大的试金石，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来体验一下。所以我觉得 C 罗这个点的话，需要大家理性的看。因为以往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以往聊起梅罗的话就大家肯定就是吵起来，就不聊足球的事儿了。但是我们刚刚这个主要还是针对于足球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确实还是有它一号的。对，然后淼哥刚才说了忽视这个点，就是我再提一个可能大家刚才没有特别提的人，就是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能在前5，但是就之后大家我觉得聊英超历史的前锋必须要去提的一个人，吉米·瓦尔迪，他是在英超历史上留下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印记的一名前锋，就是他的总进球数目前136个，排在英超第15。非常高的一个排名了，而且他现在保持着一个没人能打破的记录，连续11场英超比赛破门，连续11场，而且他带着莱斯特城拿了冠军，打到欧冠8强，他是唯一一个在英超拿过金靴，在英格兰第5级别也拿过金靴的球员，历史上唯一一个。他代表了，其实我是狼队球迷嘛，咱们说去踢第5联赛也能拿的。对，咱们说就是我是狼队球迷，就是你从低级别到英超这个层级，瓦尔迪代表了更多大多数球员他的一个水平，但他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成就，对吧？所以我觉得瓦尔迪他这样的一个成就，他在所有的这种非豪门的前锋里，他是必须要在英超历史上被提到的。而且呢，我看刚才有人在讲，就说 C 罗是跟皇马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淼哥也谈过，就跟皇马他的职业生涯最佳在皇马。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啊 ，C 罗他去皇马的时候，皇马不是现在的皇马，皇马那个时候呢。年年16郎，对吧？那个时候就是皇马银河战舰呢，其实摆脱不了16郎的这个局面。那么其实，当年还有一首比较炸裂的歌谣，我们在这就不唱了啊，什么年年16郎啊什么的。我们就讲 C 罗他去皇马之前，他其实在曼联已经达到了他生涯的第一个巅峰，对吧？第一个金球奖。所以就是他去皇马呢，他不算是我打不过加入，他其实是一个，对吧？他完成他自己儿时的梦想的儿皇梦。然后他所以说呢，他在一个极高的平台啊，已经达到了这个叫做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球员这么一个档次的基础之上，他去到了皇马，那么又帮助了皇马重返欧洲之巅，拿到了欧冠3连。所以从角度上，如果是榜单任何榜单在英超里边，但凡你有 C 罗，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别聊了啊，给他放到上面就行了啊，就完事儿。哎，其实楚奇这个说的这就正好可以补充，就那会儿的时候，如果有球迷有印象的话，就是稍微这个10年、11年的时候，如果因为 C 罗是09年加盟的皇马，其实后面2年曼联是要比皇马强的，就那2年是就不因为就是还是说你现在回想的时候，老觉得他是跳到更高的平台了。09年和11年，福格森2年进欧冠决赛，11年是那个打巴萨握拳那年嘛，就是打不过那一年。其实那会儿的时候的很多舆论是说后悔吧。就是你看你去了皇马，你欧冠里面的表现还没有我们表现好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倒推就老想着，你要到14年他才拿了欧冠冠军啊，就他人家08年在曼联拿了之后，09年、11年曼联又进了2次欧冠决赛，皇马到了14年才拿到欧冠冠军，这个时间段其实你要知道3年时间是很长的。
这过去了10几年，大家老觉得你是这个在曼联怎么着去了一个皇马抱大腿拿了4个欧冠冠军，你回到当时的话，这中间的这个时间线拉的是非常长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上确实如此，就是当时他真不是说这个打不过就加入，或者说我这在这儿不行了，我那个跳到那个下家，他真不是。那会儿他真的选择去皇马的话是很大胆的一个决定的，还是当时还有梦三呢，巴萨多强啊！那梦三那玩意儿确实可怕。我比较赞成淼哥刚才说的，我今天正好穿的还是 C 罗的球衣啊，是这个尤文时期 C 罗的球衣啊。刚刚我们讨论了在这个英超历史上大家觉得比较出色的这些前锋的人选，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了哈，也是刚刚几位老师有聊到的，关于哈兰德啊，他为什么现在一面对球队一些强的球队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隐身的情况出现呢？这也是最近很多球迷们比较不解的一个问题哈。那我再插一句，大家别忘了点击一下咱们左上角的福袋啊！今天我们现代体育给大家继续来发放福利了啊。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我们要从坤哥来先开始吧，聊一聊哈兰德。就是现在曼城的这个战术，因为今天刚录完4231，张路指导特地分析了为什么哈兰德现在在曼城可能一些碰强队的比赛里他没有那么好使。就是哈兰德呢，他相对来讲还是一个需要一定空间的前锋，他需要冲起来，像在多特蒙德的时候，如果能够给他更大的空间，他去冲起来，然后呢他才能发挥他更大的作用。但现在呢，如果说碰到曼城去碰阿森纳这样的球队，阿森纳他会去重点限制哈兰德，他就会找一个人一直贴着哈兰德。那这样的话，那其实阿森纳我们看到那场比赛，曼城掌握了绝对的控球权的优势，但是呢，哈兰德他并没有什么拿球的机会，没有多挑的射门数，完全被萨里巴给贴死了。而且咱们看这赛季曼城踢阿森纳几场比赛，阿森纳都采用相同的方式去限制了哈兰德。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哈兰德个人有一定的问题，他没有去找到更合适的去，比如说做支点啊，或者说通过进球之外的方式去展现自己在场上的作用，这是一。第二点是瓜迪奥拉在这种高端局或者说打强队的比赛，他直接就让哈兰德说你就去对子，这是瓜迪奥拉的一个思路。他这种比赛他不需要哈兰德去承担最终的完成最后一击的任务，他靠其他点去完成最后一击，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哈兰德自己的问题，也有在这种比赛里瓜迪奥拉的一个设计，所以导致哈兰德在咱们说所谓的强强对话的比赛里，他显得存在感没有那么高。那接下来淼哥来聊一聊哈兰德。我知道这个问题，估计我们仨在各自直播间里面聊的也非常非常的多了啊。我觉得就是可能就对哈兰德的有一些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也发现，在打强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引入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参考他在挪威队的表现。其实国家队的比赛也是有一定的参考性的，就是因为过往的时候，你包括像哈兰德刚出道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一个期待，就是大家，我是有一个癖好的，我对高中锋特别有瘾。就一旦有这种1.9米以上的大中锋出现的话，我会有一种特别喜欢的感觉。但是其实可能对哈兰德的判断出现了一点问题，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中锋球员。就是因为我们提到这种纯1.9米以上的大中锋的话，可能都会想到他具备的某些特质。其实哈兰德这个真正踢法上的话，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大中锋踢法。他的速度，他的这种跑锋特性可能要更关键一些，包括他在场上承担的职责，你可以看到他的肉搏场面可能要略少一些，包括他有的时候会站到后点去处理一些球，他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觉着，我最近都应该不太敢说哈兰德了，我觉得主席先说吧。我觉得就是，尤其有些比赛他表现不好，我其实特别，因为主席以前是职业球员出身啊，就是可能球迷有一个问题会特别想问的一点，怎么区别这个球员是状态不好，还是他某些时候真的不行，就是脚软还是真不行？就是你和因为结合哈兰德最近一些硬仗的表现的话，就大家有的人在说这是状态不好，有些人说你看你打大赛一直不行吧，其实是你能力不行。就你说会怎么评判他这两点的区别呢？我觉得什么呢？首先我觉得哈兰德他最近2场球确实某些关键处理球出现了问题，比如上场跟阿森纳应该在禁区里边有一个类似于准空门，可以横敲，马上就一空门，他那踢呲了，漏过去了。我觉得什么情况呢？这个对于中锋的判断，你不能以他触了多少次球，过了多少次人啊，不能以他打多脚门啊来去判断他成功与否。
因为一个球队的中锋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大部分是去站岗的啊，特别是当你的中场失去了控制力之后。那么举个例子啊，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国足比赛啊，就是吴磊在杨科维奇手下，他在打亚洲杯的时候，那基本上见不着人，65分钟马上换下来。那么你说是吴磊对吧？他这半年啪突然有多大进步吗？其实不是这样，是因为他在杨科维奇手下呢，他技战术啊，他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支撑，导致他一场比赛他拿不了几次球，失掉几次门。那么可能你在一场比赛中，你很难去不停的去找这个感觉，那么你突然机会来了，你叭就踢飞了啊！这种时候其实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其实呢，哈兰德在曼城这个情况跟上赛季有一个不同的点在于哪呢？上个赛季曼城其实是有6个中场给他传球，他3-2-4-1嘛啊。上个赛季其实你看罗德里啊、京多安、德布劳内、博纳多席尔瓦啊，包括格拉利什，对吧？他们这个人呢，他一拉开，然后呢，相当于每一个人都作为中前卫啊，都可以给他传球。但这个赛季呢，他多库一上来之后呢，他相当于多了一个前锋。那么多库的丢球回合也变多啊。同时呢，你看啊，福登发挥越好，哈兰德的空间就越少，因为福登呢，他发挥好的时候都是他拉到中路来，福登一拉到中路来，他变相的挤压了哈兰德跟对手中卫包括后腰之间的空间，就是哈兰德他空间更小。那本身哈兰德呢，他这个球员呢，他是脚下技术啊，他不是他的特点，他拿球啊、转身啊、突破等等，他其实还是比较糙的，他就类似于大开大合的这种突前型的，利用速度这种跑锋。所以当年呢，假设哈兰德没来曼城啊，他是其实去拜仁啊，我觉得对于他的技战术啊方面来讲，可能是最合拍的。但是来都来了，我们就在讲他在曼城他这个表现究竟是不是隐身。首先，我个人理解他是没隐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观察一个球队啊，或者观察一个球员的表现，我们不能说是这个球员他在曼城啊他没进球啊就废，或者他在曼城啊他没怎么拿球突破，好像就拉了。我觉得你更多要从球队整体战绩啊，包括这个球队的主要打法来判定这个球员他在曼城他究竟是不是在完成他的功能。那么现在瓜迪奥拉给哈兰德什么战术任务？顶住对手中卫，不要回来，后边有德布劳内，空间有德布劳内，有福登，有罗德里，有斯通斯，他们会往上顶。那么你哈兰德在前面顶着站住，把这个空间把中后卫压住，让禁区前的人持球，在弧顶处去发动进攻，这是瓜迪奥拉给他的任务。那在这种战术任务的情况之下，你不可能指望哈兰德像梅西一样，对吧？打9号回到中后卫位置接球，拿球8连续组织进攻。他第一不是这个特点，第二你曼城也没有给他安排这个战术任务。那么你在这样的战术任务的支援之下，包括在这样的战术支撑之下，对吧？曼城最起码到今天为止，他好几十轮、20多轮、10几轮没输过球了，应该是，就是实际上就应该没输过了。所以说呢，你说关键处理球没处理好，确实，但是呢，跟阿森纳那场比赛，最起码我觉得不算是隐身。因为阿森纳他是加布里埃尔主防啊，萨里巴协防，那么他一个人吸引了2名中卫，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你中场不能给他足够的支撑，那你第一时间你该开会的人其实是中场，第一时间你该给中场开会，而不是第一时间给中锋开会。因为我以前踢过前锋，我知道这种无力感。当你的中场拿球，你往前一跑，中场叭就低头就回传，对吧？你拿球，你一接，中场一回电又回去了，你每次向前都得不到中场的回应，那么你渐渐的你就失去了这个向前的这个想法了。那你不站岗吗？肯定站了吧。而且他跟加布里埃尔对抗的，我觉得还算是没有什么劣势啊。所以我是觉得哈兰德在曼城这个表现呢，最起码现在还不至于给他开这么久的会，因为你看射手榜现在也在前列，对吧？那么中锋本身就是一个大部分中锋，特别是这种你说把哈兰德用成一个蹲坑式的，或者用成一个抢点型的，其实还是虐菜属性居多。你真是打硬仗、打强队，还是得靠内部靠这个中前卫或者靠边前卫去制造空间，因为本身这个是球队出场职责来划分。就我顺着主席这个话说，就是为什么哈兰德会在打强队跟打弱队的比赛中差别这么大？他不只是在曼城，他在挪威队，刚才新苗也提到了，他打弱就比挪威队还弱的队，他效率也很高。但是他当挪威队去面对比如说实力相近的像苏格兰，面对比挪威的实力强像西班牙，他也不进球。这个原因就在于就是刚才主席提到的给他的支援。就是咱们都知道，咱们要明确一个事儿，哈兰德他不是一个自己持球能创造机会像梅西那样的球员，对吧？莱万都有一定的这样的能力，但哈兰德现在他不是这样的踢法，也不是这种类型的球员，他确实需要队友给他的支援。而在去面对强队的时候，队友的支援给他的肯定是少的。因为咱拿挪威队举例子，挪威队比如说像欧预赛去踢像塞浦路斯这样的球队，他像奥斯卡鲍勃、像索尔洛特、像索尔巴肯、像厄德高这些队员可以轻松的1对1，比如说过掉对面的防守人，去改变对方的防守，然后呢，对面的防守一乱，比如说防哈兰德这个人去补了，那哈兰德这边就有空间了，队友自然而然可以给哈兰德把这个饼送出来，
在英超也是一样的，你去踢阿森纳，你的队友们可能面对阿森纳的防守没办法1对1突过去，没办法去改变阿森纳的防守，那好，加布里埃尔就一直盯着哈兰德的身边，哈兰德摆脱不开。这就是为什么哈兰德再去面对比他弱的对手的时候，他反而发挥得好。这其实不止哈兰德第一个问题，是他队友的事儿。特别他2个边后卫，其实今年曼城如果要开会，好好给你2个边后卫开会。你那打阿森纳那场比赛，我没记错啊，格瓦迪奥尔在场上，他进攻的时候已经拉到了边前卫的位置上，他很多时候是出现在对手的禁区和脚旗杆附近，他在那个地方他创造不了任何的威胁。那萨卡一个人往那一站，是吧？我们讲神雕侠侣嘛，杨过、小龙女和这个雕嘛，雕是本怀特，萨卡是杨过，小龙女是这个阿德高。那这个萨卡往那一站，对吧？他不需要去协防，那么他里边就边后卫啪一加，哈兰德一个人，周边全是人，对吧？满城尽带黄金甲，那玩意儿怎么踢呢？你如果一个前锋，你的空间每一次身边拿球的时间不超过1米，那么你只能寄希望于高空球了，因为天上是不可能包夹你的嘛。天上的话，你头跳起来只有1个头，不可能说有2个头过来夹你。那么哈兰德的头球又不是他的特点，他其实头球呢有，但不是他特点，他不喜欢用头。你看他的处理球啊，他的第一想法永远是靠脚，他喜欢打门，喜欢抽射，喜欢铲射，喜欢推射。但是呢，他不喜欢用头，但他不是说他没头。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边路传中也不是曼城打法，对吧？第一没有边路传中，第二你边路渗透打不出来，2个边后卫在场上就相当于形同虚设。格瓦迪奥尔买来，如果你1个亿买这样的球员是来打边后卫的，那只能说曼城你的转会引援是失败的。那这个球员他本身不是一个边后卫，他是一个边中卫，他打边后卫怎么踢呢？所以讲，我觉得与其给哈兰德开会，你不如想想为什么这个赛季曼城的边路打不开局面，为什么不能给中锋提供空间？那么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你2个边后卫属性太低。我刚刚看了一下评论区里面有两个球迷吵的2个点啊，我觉得是挺值得一说的。就是有一个球迷说哈兰德只会虐菜，另外有一个球迷说了一个，说在足球场上虐菜这不是一个贬义词，就会虐菜这不是一个贬义词。那我觉得就是引申到下一个话题了，就是大家知道，其实在打联赛层面的比赛的时候，你队里面有一个会虐菜的前锋，那可太好用了。对，就是因为在足球里面它不像 NBA 只有一个总冠军，足球比赛里面有意义的冠军是非常多的。如果说有一个球员能够稳定的在虐菜局里面发挥好的话，就会非常出色。那我们在讨论什么样的球员的时候，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只会虐菜。就是当我们把标准提到更高一个层级，就是我们在提起梅西、C 罗的时候，因为这俩人咱说实话，那个打联赛层面的比赛那太厉害了。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对他有一个进一步的要求，包括我记得以前大家狠斗伊布什么之类的，就是不能只看你在联赛里面的发挥，要看你在大赛里面关键时刻的表现，因为那是你拔尖的那个属性。那我觉得可能在这点上，就是关于哈兰德这个问题，其实刚刚主席也好，郑坤也好讲了他。就是现在的话，受到中场的一些限制啊，包括刚刚提到边后卫的一些点，因为曼城是很讲，因为当年其实瓜迪奥拉在边后卫身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那些年就那会儿老吐槽瓜迪奥拉年5000万买边卫，那其实就真是懂行，这是。现在他这点上面错了一点。其实我前2天都录了一条视频，就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评价范尼斯特鲁伊和因扎吉的时候，我们可以凭借他中场给他的支持可能不太够，但是就是得看对哈兰德的一个定位可能摆在什么层级上。如果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他的要求吧，大家给拔起来了。我不是说像以前要求一个这种，你每年你如果是一个普通前锋的话，每年我觉得哪怕是范尼已经很强了吧，你每年只要进球多的话那就 OK。但是可能因为大家以前对他的评价已经是去年差点拿了世界足球先生，是吧？这个金球奖也有一定的竞争力。包括大家很多人说哈兰德跟姆巴佩双骄这个级别，这可能导致有些球迷对他的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那可能到了更高一个层级的球员的要求呢，这个就难免会刻薄一些吧。就是那你说中场给你的支持不够，你可是当家球星啊！去年自己创造威胁，对吧？去年拿了欧冠冠军，你可是摘果子的呀。罗德里可没抢梅西的世界足球先生，德布劳内可没白，你可是出来占便宜的。那不能说到了球队发挥不好的时候，他也没拿到呀，这不对，就错了啊！这个话题我们改天咱可以单聊这个。我跟你讲，还有一个什么？我觉得啊，主要是大家伙把哈兰德把他跟姆巴佩放在一个档次，咱去看。什么？那其实你是比不了的。我有一说一，现在足坛上你没有任何一个球星，你可以说我这个人能力我跟姆巴佩比。你要拿姆巴佩的标准来界定所有球员，那贝林厄姆和哈兰德都不值钱，对吧？你不能说是你说所有球星啊，你说我都要跟姆巴佩一个标准，姆巴佩1.8亿，哈兰德你也1.8亿，你就得跟姆巴佩一样踢球。你把姆巴佩放到曼城来，
姆巴佩那肯定比哈兰德好使，这有一说一是这样的，特别是在曼城这样体系当中，因为他的能力是本人位置不同，能力属性也不同。姆巴佩这样的球员，他现在的这个竞技能力和他竞技水平，他就是毫无争议的，现在就是世界最好的一个，对吧？最好的那个。你去年哈兰德、贝林厄姆是比他小，贝林厄姆比姆巴佩小很多，所以说他现在值钱。但是其实如果贝林厄姆假设贝林厄姆跟姆巴佩是同龄，就姆巴佩20岁的时候跟贝林厄姆20岁的时候，那么贝林厄姆跟姆巴佩相比，还是姆巴佩要好一些，因为刚刚拿过世界杯冠军，那个时候最猛的时候。现在呢，你不能拿，就是可能大家伙普遍意识还是觉得哈兰德跟姆巴佩双骄，这是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果实。但是呢，旧时代的残党已经渐渐逝去了，新时代的大船正在向前驶发，未来的足坛有可能是百家争鸣年代啊，那个一唱一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估摸着未来啊，哈兰德跟姆巴佩啊，应该你说双骄不双骄，这个新双骄是弄不起来了。我感觉姆巴佩啊，这个能力啊，他一旦去了皇马，估计就要起飞了。这个话题其实郭老师，我跟你说，没人比我们仨刚刚聊的再深入了。其实把这个话题已经最后实际告诉大家了，你得看对他的定位是什么级别。我觉得如果大家对哈兰德的定位回归到对这个位置的球星一个合理的判断上来说的话，那他其实没有问题。但是呢，那就不应该了。对，确实，正像淼哥说的，我们这档节目其实真的很客观。然后三位老师刚才是从多个角度，这个乐，这个我们也没有心里没底儿，你这么一说，我不客观，就强行客观一下。好，那刚刚我们就是聊到这个曼城的锋线，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阿森纳的锋线啊。阿森纳在未来锋线上的选择，各位老师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人选吗？还是说就像现在一样用哈弗茨？齐哥先开始吧。我觉得啊，阿森纳如果说还想踢现在这个战术，那么你左边锋可以整个维尼修斯。我感觉呢，你左边锋如果是个维尼修斯，右边锋是个萨卡，那么这个阵容啊，应该是彻底立得住了。但是呢，如果你不想打这个打法，那么你中锋可以买个大中锋，比如说像弗拉霍维奇，包括现在盛传的哲凯赖什伊万托尼啊。但是我感觉呢，阿森纳买中锋呢，他应该不会想买一个顶级核心过来，因为塔子哥呢，他这个打法，我感觉他更像是我想整一个假9号，或者整一个正9跟我的伪9去轮换啊，类似于我前面呢有个哈弗茨啊，再有个大中锋，我打不开局面了，我上大中锋撞两下。打得开局面的，我的大中锋下来，我这个10号呢继续在前面2个10号再穿插，一左一右两边肋部再打起肋部。那么塔泽哥现在这个战术安排之下呢，我觉得你哈弗茨跟厄德高2个顶双10就很好了。对，如果左边锋想要提高强度，那么你等不了马内内的成长，因为马内内特别年轻，你等不他虽然长得有点老啊，但他其实还蛮年轻的。如果你等不了这个马内内的成长，或者说你觉得特拉萨德的强度还不够，那么如果说你这真能拿下一个，我觉得维尼修斯的打法很匹配。如果左边锋有个维尼修斯这样持球手，右边锋有一个萨卡这样的持球手，然后你2个10号，一个靠右，对吧？一个厄德高绑着萨卡踢，一个哈弗茨绑着维尼修斯踢，那么这个球队的强度会进一步得到提升，会把对手的这个肋部给它彻底撕碎。你说这怎么防？对吧？你没有任何一个边路是你不需要协防的，那么任何一个边路都需要协防，你中路必有空当。那么这种时候的话，我8后卫往前一插，马上就会形成一个多空当的这种围猎或者围抢。所以说我是觉得，如果说真是要升级的话，中锋可以买个边角料，买个轮换啊，但是在边锋呢，其实可以考虑买一个顶级的这个边路突击手或持球手，应该会效果不错。因为按塔子哥这个 A 方案呢，最近几轮哈弗茨已经踢得非常非常好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哈弗茨现在在阿尔特塔这个体系里练出来了，而且这个体系现在阿森纳用成绩证明了非常好使。那所以阿森纳现在缺的就是 B 方案嘛，这些年就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大中锋。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真的砸不开对面，你想上一个大中锋，这几年就一直没有。所以我觉得如果想升级锋线，就把这个 B 方案给升级，就把恩盖迪亚换掉，对吧？夏天，然后你去整一个可能代价也没有那么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在沙特的米特罗维奇这种中锋，你去就当过来当个 B 方案，你不用他主力，你主力还是哈弗茨。然后呢，这样的话你 A 方案 B 方案都有了，那其实就算升级了。对，就是其实刚刚提到就是中锋这个位置上面的补强的话，就是考虑到市场上下面中锋的溢价可能有点太严重了，可能现在像哲凯赖什都能传到上亿，所以这个就溢价，你还不如去沙特整个米特罗维奇过来。推荐一个马夏尔便宜。马夏尔钱如果少的话，就真可以是吧？可以3000万。金亨利嘛，对吧？彻底回味了这个。对，3000万带走。其他球员的话，可能像弗拉霍维奇跟奥西门
奥西门价格太高了，奥西门跟那不勒斯新续约的这份合同就是为了卖违约金嘛，因为奥西门刚刚在东窗跟那不勒斯续约，新的这个薪水，新的这个解约金是1.5亿往上了，可能这个付出是稍微大了一点。弗拉霍维奇其实相对还好，因为他现在在尤文是想跟他降薪续约的，而弗拉霍维奇这赛季表现整体还不错。弗拉是一个合适的点，但是就是你要考虑代价，因为考虑到阿森纳目前这个财政状况的话，如果你今年选择在1亿这个价格上面去吃一个中锋的话，那就刚刚像楚奇说的，边锋位置你是不可能花大价钱去买了。那其实你要想做升级的话会比较困难，所以今年其实我觉得对于阿森纳来说的话，需要做出一些抉择，就是我可能说在中场跟前锋这些位置上面，包括边锋这些位置上面，我是花散钱还是花整钱？一张整钱花个大的，买2个差的，还是说我3个就差不多，买一些这种3、4千万这个级别的球员，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刚刚郑坤提的一点就是合适的，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就像买一个类似于什么样的钱嘛，买个吉鲁这样的，是吧？这还是阿森纳旧将的，当然这吉鲁现在已经不会再加盟了，就买一个有实力。吉鲁现在还是真厉害，但是呢，你像这种球员踢个替补啊，半句话不说，像吉鲁、哲科呀这种老将都是类似的。那现在有没有类似的稍微年轻一点、有实力能买的这种好的这种中锋呢？其实刚刚郑坤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沙特的回流。你俩说这个本泽马会不会说放弃那么高的薪水回欧洲啊？这其实我一直因为他那个薪水太高了，他一年更衣室不太好伺候啊。这有点太高了那个价。本泽马这个球员啊，他其实除了在皇马乖，在别的俱乐部这更衣室可都不太好伺候。阿森纳这帮小年轻，包括阿尔塔，其实在本泽马面前也算是个小灯，能不能镇得住他？这就而且他愿意打替补吗？对啊，替补这是最大的一个考量。对。而且我觉得阿森纳，比如说阿森纳真的花了个大钱，比如阿森纳比如这个夏天他花了7、8千万，他去整一个，比如哲凯赖什或者说弗拉霍维奇这种，你知道即视感就像什么？就像当年热刺签里沙利松，即视感特别像这件事。哎，那2位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刚刚弹幕里面很多朋友提到的，价格又低，这2年呢，这个在英超呢也没有那么成功，现在好像已经无处可去的。卢卡库怎么样？卢卡库工资高，如果说你要能承担他的工资，那就没问题。而且他现在在罗马也不愿意回打替补的，卢卡库宁愿在意甲打个主力。对吧？税后750这个价格倒还行，但主力这个问题，包括他的性格问题，也是一个潜在的情况。我觉得阿森纳这个习惯啊，以我对这个塔德哥了解，要不然就是一笨鸟料中锋便宜的，要不然他要买贵就是买年轻的，那就哲凯赖什了吧？对，要不然就哲凯赖什，我个人觉得真不太行。哲凯赖什主要是他在这个英格兰呢之前的次级联赛表现不是特别好，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谁呢？要不然就是弗拉霍维奇。要不然就伊万托尼，我感觉啊，他就跟这仨标上了。你像什么塞斯卡，就是那个谢什科，你包括这个那叫什么埃文弗格森啊，这俩呢明显还得练。阿森纳应该练不起来了，他要集战力。我是建议阿森纳就是梭哈买一整一顶级球员，你甭管是整一顶级中锋，还是整一顶级边锋。现在阿森纳这个球队呢，整体的框架已经搭好了，其实就缺这么一个，就是说这个真是能。关键比赛我这再一锤定音呢，再狠一点的，那其实他这个中后场已经很好了啊！我觉得花点钱，弗拉霍维奇7、8千万完全没问题啊！如果尤文图斯愿意卖的话，我感觉这个球员是可以的。7、8千差不多。我想问一下，7、8千问题不大。也想再跟几位老师聊一下。我看咱们弹幕区有球迷在问这个老塔罗怎么样，因为老塔罗也是最近状态火热呀，他适不适合阿森纳呢？这个整不过来吧？这个不是适不适合，这个整不过来的事儿。这我觉得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我第一觉得我觉得阿森纳买不起，第二我觉得老塔罗不会来。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国际米兰不会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啊。国际米兰呢，现在他牵扯了一些这个外部债务问题。那么老塔罗呢，就是他这个俱乐部最值钱的一个资产，是吧？那么以他的这个个性呢，以这个国际米兰这个管理层的这个个性呢，我估摸着啊，现在还不到卖他的时候。但是现在这个话题我补充一下，楚奇是最有发言权的啊，他跟老塔罗这算是前同事，这个是最有发言权的。再加上我也算是个前同事。收啊，这个就打住啊。我刚才看弹幕里就是说，如果说要选 B 方案，菲尔克鲁格这个还挺合适，如果能整来的话。就是你像3月份，人家菲尔克鲁格现在在德国队，就是给哈弗茨当替补 B 方案，然后3月份打荷兰的比赛，
你最后需要一个高中锋上菲尔克鲁格就是管用，人家就能给你脚手顶进去，但对吧？那你其实你在能不就这样？你如果阿森纳整来这队友吧，国家队队友吗？没有问题，也没有太多的。他主要是多特刚刚买他嘛，然后他还刚刚能踢上在多特。那么他从不莱梅嘛这种小俱乐部啊，在德甲虽然不能说小俱乐部，只能说最近在德甲他肯定没多特蒙德这么好。他刚去好不容易坐上主力了，我觉得阿森纳你把他买来，你说你给哈弗茨轮换吧，我估计人家是肯定不乐意啊。这个想法好想法，菲尔克鲁格是个好球员，但是其实完全不太能成型。其实要不然就是我干弗拉霍维奇拉倒了，哲凯莱什其实有风险，哲凯莱什风险很大，真的很大。这个球员你说他真有可能水，但是呢，我觉得弗拉霍维奇水的概率是相对较小的。相对来讲，我是建议弗拉霍维奇。但我真觉得就是买弗拉，就是阿森纳如果真比如说花7-8千万买弗拉，这个即视感就特别像当初热刺花6500万买里查里松，特别像。弗拉霍维奇比里查利松强多了。里查利松要不踢世界杯，谁认识他？里查利松典型的就是那种世界杯球王，打了一场来了个远射，都觉得他很猛。但他在埃弗顿是真大腿，就那2年没他，埃弗顿真降级了。类型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弗拉还是稍微能看得住。类型确实不一样。弗拉霍维奇现在不是练出来了吗？背身练出来了。我穿个这个佛罗伦萨怎么今天绕不开这个佛罗伦萨？弗拉霍维奇我觉得真是不错，因为你就是我其实就赞同一点，就现在阿森纳队里面，当然有一个前提，他今年万一要是真拿了欧冠跟英超啊，他可能说队内的这些球员他有一个进一步的升华。但是如果说他今年这2个冠军拿不了的话，真需要买整钱了，就要买就买好的，别弄那种2-3千万的之类的。我觉得现在热苏斯啊、哈弗茨这些人都不错。你如果买的话，要买就升级。足球场是不可能上15个人上去踢的，要买就买11个好的。所以我觉得在个别位置上面买一些整钱要更好一些。那还不如砸奥斯梅恩呢。阿森纳，我觉得你要整钱，你要真砸是能砸出来的，违约金摆在那儿嘛，对吧？太贵了，不合适吧？我感觉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奥斯梅恩买来，你就肯定换战术啊，你这个穿插就没了，他必须踢主力吧？你说你1.2亿砸个奥斯梅恩来，他就打主力，你这边路渗透。这2个10号就不就没了吗？那你现在体系全换，塔子哥嘛，那只能说是塔子哥在瓜迪奥拉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瓜迪奥拉买这么说，其实弗拉霍维奇也不是特别合适。如果真的你只是要找个 B 方案，那还不如就小点代价，然后像你说的，就整维尼修斯这种。对，这样也可以，这也是一个方案，奥西门稍微有点脆，这2年受伤几次伤，我就怕他往后，尤其他这个踢法的话，稍微有点担心。这个确实可能是一个问题吧。奥斯梅是我车的，对吧？切尔西已经锁定了，奥斯梅太适合切尔西了啊！各种方向，对，各种这个状态，各种感觉，就连这个脆这个属性跟切尔西搭得上，是吧？下个赛季估计奥斯梅是去切尔西了。那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想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目前争四的一个形势。因为刚才我记得应该是淼哥在红黑榜的阶段还聊到想一会儿跟大家说说这个维拉维拉大家觉得算是伪强队吗？或者说维拉在最后这个争四的阶段还能不能有机会呀？淼哥先开始。首先今年不用争4吧，对吧？今年拿前5就 OK 了，就是压力倒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特别为曼联难受啊。上周那场拿下来的话，其实这会儿是差的不多啊，一场啊，你打布伦特福德不也是这，对吧？这连着打布伦特福德那场比赛，那拿1分就不错了，让人射了31次，让人家。那你最后那个也很离谱了，就连着2场比赛最后1分钟就不，说维拉，不踢欧冠不是曼联的损失，是欧冠的损失，不踢了。维拉这个，因为我今年关注他们比较多，因为我觉得这种小队，尤其埃梅里带小队，他是一个很精致的教练员。因为维拉的资源肯定没有大球会那么好，他其实能把一些球员给拼的比较不错的。但是其实刚刚我在提的时候，就是维拉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他后防线的球员，就中后卫位置的硬实力不太够，包括就是刚刚我其实已经说了保托雷斯的问题了，但他实际上在保托雷斯受伤的时候，兄弟们，他上的是朗格莱打的，朗格莱踢的比保托雷斯好，真的，你就说这句话说的你这个，我没你这跟指着鼻子骂有什么区别了？这个是，然后再加上他在前半段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印象比较好，就是他打阿森纳、打曼城状态都非常好，但那段时间有几个关键位置有点过劳了。你像中场的麦金，前场的沃特金斯，再加上卡马拉，当然卡马拉这个雷是后来爆了的，就是直接就是 ACL 伤到9月份。它导致这几个关键节点过劳了之后，中间一定是出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像埃梅里这种教练的话，他把维拉运作到这个阶段，已经是在踩着钢丝走了。
我觉得他是不是伪强队呢？他厚度不够，确实是有点伪强队的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对维拉用这样的指摘的方式。我觉得他前半程能踢得那么漂亮，已经很难得了。第一回合踢曼城，虽然没有罗德里，压的曼城一场只打了2脚门，已经够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也基本上能进前5，也算是咱们不能伪强队吧，是吧？我觉得算是个中档不错的球队了。就维拉这个赛季最开始他的阵容搭配就是在没有太多伤病的情况下，他是可以联赛欧战轮得开的。比如说联赛上半程朗格莱基本就没有进联赛，这是因为你伤病不多的情况下嘛。但是他赛季初期就报销2个人，一个布恩迪亚，一个明斯，在报销这么2个绝对主力的情况下还能踢得这么好，其实埃梅里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是埃梅里已经在这个赛季觉得戴维拉我已经超乎我的预期了，已经很可以了。我觉得维拉这个队啊，他跟热刺一样，其实他们俩赛季刚开始这么猛，都是牺牲了他这个球员的体能槽的，因为他们打法嘛，都是他的后防线疯狂的压迫，他全部后防线站在中卫线，就是全部我就给你造越位，然后我守门员当门卫，你只要打到我身后，你反越位成功，我就守门员就给你守，守不进我就死，守得进你我就抢你。所以他这个高位逼抢战术就是牺牲这个后防线的体能槽，所以他后防线肯定经常受伤。你看热刺这边也是一样的情况，但热刺今年的好在哪呢？他有一范德芬，这个范德芬呢绝对是保托雷斯的这个升级加的版，因为他快呀，他的回追速度，他应该是现在英超最快的球员，不是中后卫，他是英超最快的球员，他的冲刺速度。所以说范德芬呢，他就保证了热刺这个下线，加上维卡里奥。那么这个阿斯顿维拉的第一呢，我刚才淼哥讲是保托雷斯，明显没有买来时候觉得他这么好，所以他在场上呢拖不住底。再加上大马丁呢，对吧？虽然很神，但你不能指望一守门员天天神啊！所以到了中下部分的时候呢，到赛程中下部分，阿斯顿维拉的战术呢被对手研究之后，对手发现了，好，我前锋直接插，你造我越位，那么我就后插上。特别是阿森纳跟维拉的第一场比赛啊，第一回合就是依靠哈弗茨这频繁的后插上啊，去破解维拉的这个叫做防守体系。所以你被人研究了嘛，你又没有说你针对性的调整，那么你肯定你是要掉下来的。我个人感觉我魔还有戏，别急，我让你曼联还有戏，真还有戏，英超前5。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维拉有可能要崩盘的，对吧？万一后边他连崩我连胜，不到最后不放弃啊，说不定季欧冠了。我好讲，热刺那3场如果3连败，维拉还有2场打背个3个球队吧，就是那争冠3强的球队，因为曼联就剩下1场了，曼联只剩下1场打阿森纳。他这个3强已经打完了，热刺还要打3场，维拉还要打2场，所以我就是这个，让我们期盼着曼联的连胜吧。可惜嘛。那我还想问问齐哥啊，这个昨天双红会看了吧？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跟大家聊一聊？像我觉得滕子这个教练员确实有点狗病啊，就是他这个比赛就是能打平，很不可思议。你感觉？利物浦上半场15脚射门对0脚，这其实在足球比赛中你都很少见了，但是他就愣生生能弄平。我觉得呢，从比赛过程来看，确实利物浦该是更遗憾那一方啊。但是呢，你纵观滕子跟克洛普的赛季对战，2胜2平1负，占些优势，有时候你不得不服啊，这个主教练确实有时候他的运气成分也很关键。昨天其实曼联这个球踢得还可以，我个人理解呢。上半场呢属于是被人摁着暴打啊，下半场呢其实踢了20分钟好球，后来呢又被人摁着暴打。但是有好消息呢，就这种被人摁着暴打呢，把我们这门将练出来了。6000万本来以为买来打水漂了，结果让人一场比赛平均射个20脚，那门将又给射值钱了。那已经是扑救第一了，扑救总数第一了，本赛季。对吧？这么一想，好像也心里平衡一些。只能讲利物浦这个球队确实强，但这场没拿下啊，他后边客场不一定不丢分，所以说有可能啊，今年克洛普啊被滕哈格狙击的2个冠军都可以，最后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那齐哥觉得双红会这场比赛2队表现最好的球员是谁呢？曼联这边我觉得毕费或者是曼联这边，你要是真说的话，毕费和科比都不如奥纳纳表现好。有一说一，没有奥纳纳就被打烂了，你进赛道群没用。那么利物浦这边呢，表现最好的呢？范戴克吧，啊，因为剩下都不是正常人，不是那前锋都不是正常人。我觉得利物浦的前锋昨天都发狂了，在整个都是空门都往街外踢，可能也怪这个老特拉福德这个水浇多了，或天气不是很好了啊。只能讲昨天利物浦这范戴克吧。好，那坤哥这边呢，觉得谁表现比较好？
利物浦这边其实我觉得麦卡利斯特确实不错，他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远藤航踢的不行，等于说中场麦卡利斯特他基本一肩挑了，他确实展现出了一个类似于中场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曼联这边其实我觉得曼联都还可以，你说中后卫坎布瓦拉踢的不好，坎布瓦拉这么大的场面，你看他比对面夸萨对吧？你就加上奥纳纳，然后加上卡塞米罗，其实我觉得曼联这边很多球员已经超水平发挥了，对吧？那淼哥呢？我觉得首先从这个利物浦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支球队其实在整个阵容的搭建的时候，中场就有点重攻轻守，因为在中场放的2个8号位的球员的话，其实都是偏进攻的类型，而只靠一个后腰远藤航的话，这显然是不够的。这是其一。这场比赛你如果像刚刚主席提到上半场比赛15-0的一个射门比，你把握不住机会的话，其实因为肯定大家曼联球迷更多一些嘛，我们从曼联视角的话，总觉得利物浦高不可攀。但其实换一个视角，从利物浦的角度来讲的话，把握不住机会。其实我当时看到中场的时候，这个英国的那几个这个名宿包括咱们国内的球迷们都在说，你这么把握不住机会是要遭报应的。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你其实本身是一支进攻可能有点重攻轻守的球队。再一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要说的一个人的问题就是萨拉赫了，因为其实今天我觉得这个努涅斯也好，还是路易斯迪亚斯也好，他们虽然说尤其让努涅斯浪费过机会，但他俩人其实在场上有点这种冲锋陷阵这种感觉的。萨拉赫其实是需要稳住这2个弟弟的，因为他这毕竟不是说以前的时候有这个红箭三峡的时候了，但是我感觉之前萨拉赫在节奏上面，他有几脚射门他是抢着打的，他并没有说我把这个节奏沉下来。那我本身在中场的3名球员重攻轻守的情况之下，我锋线上有2个冲击型比较强的这种锋线上的球员，那我萨拉赫又稳不住，他可能复出之后，我觉得还是求胜比较心切一些吧，这导致整个队前场有一些急，有好几次你让人觉得就我看是克洛普还是谁说就大家停一步再处理好不好？但可能打的这个节点就跟这个卡节奏卡不上一样，这可能是利物浦这边存在的一个问题吧。而对于曼联队来说的话，再怎么说曼联球员质量摆在那儿，这肯定是这个你不能太小瞧他们的。所以说出现这样的结果的话，也能理解吧。再加上就是打了那场7-0之后啊，就最近这3场，我得往死里弄你，就是你不攒人品嘛，对吧？这就跟人品论，就跟曼联当年打了一场9-0，后面也不好打了一样。你那年被人打了一个7-0，现在这帮球员心里面想的就是我这今天我就是跟你要了命，我也得给你踢一踢，是吧？所以这场这个过1年了，别7-0了，现在是4+3等于7，不是打他个4-3吗？早就过去了那事儿。我觉得什么呢？我感觉利物浦这个球队啊，他淼哥讲，他这个中场进攻啊偏多，主要这事儿得怪切尔西。有一说一啊，切尔西如果当年是坎塞多真是过继给这个利物浦这个赛季英超冠军估计已经拉开距离了。这个坎塞多其实还是蛮关键的这个球员，因为利物浦这个打法就这样，他一个6号位，他中路不停的覆盖嘛。另外就是利物浦这个球队呢，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菲尔米诺，他这个类型的球员其实一直以来没找到。努涅斯其实跟菲尔米诺呢还不太像，他中前场少这么一个控制节奏的点，就是说，中前场有一个人，你看啊，以前有菲尔米诺的时候，菲尔米诺能把球慢下来，对吧？马内和萨拉赫就就快。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努涅斯也是快的，你看他前板一到前场，除了麦卡利斯特能把球慢下来，索博也是快的，前面就是啪啪全是这个就是一股脑往前冲，他这个节奏呢缺少一些迟缓松弛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利物浦这个东西也是一方面吧。另外呢，这个浪费机会是要受到惩罚的感觉。反正我在我直播间我在解说的时候，反正没有利物浦球迷跟我说过，他们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怎么回事？说曼彻斯特0，我说什么叫曼彻斯特0啊？他说你上半场0射门不是曼彻斯特0吗？我想下半场原来这个射门数多啊，不代表进球数多还好最后我们弄下半场第一脚进就进了不然我觉得昨天比赛挺尴尬的，有一说一。那对于利物浦这边来说呢，就是正是由于刚才几位老师也说到的，这个浪费了不少绝佳的机会，而且又是有后防线宽萨的失误导致现在红军又在积分榜上把第一的这个位置给让出去了。那未来呢，英超的争冠呢，大家也看到了，我想可能会越来越激烈在这儿也是请咱们直播间的球迷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心爱体育点一波关注，那后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精彩的赛事。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周末呢将会给大家带来3场的英超的比赛。
分别是积分榜前3名的这个球队哈，有阿森纳、曼城还有利物浦，都会给大家带来英超的直播。同时呢，曼城这一场呢，在周六晚上的10点，然后正是由新淼哥来给大家解说的哈，然后大家可以给哪场你还不知道是吗？哪一场？在周六曼城那一场啊，曼城对卢顿。好的。对，然后大家可以给3位老师啊点一波关注，非常感谢3位今天带来了如此客观的辩论。那接下来呢？跟你学的。很客观理性，这又是我们节目的调性哈。然后也请大家可以给我们3位老师点点关注啊。后续呢也是期待着3位老师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讨论英超的热点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啊。也是再次感谢咱们直播间的球迷朋友们陪伴了我们一整晚，那我们再见吧，拜拜。别急啊！我看到好几个 SC， 我都拍照了啊，别着急，一个来。一个来啊！一个来啊！别急。我看到刚才好多 SC， 我们一个来啊，一个来。谁中立啊？我可不是中立啊！别瞎讲啊！别被人带什么带节奏了啊！第一不中立，第二不客观啊，纯是胡扯的啊！下一个这个小迪仔，如果有柯南的球技和鞋什么水平，适合啥位置？边前卫、尾9号、进攻、突破、进球啊！有柯南的这个能力的话啊。小文送3点池，切尔西绝平绝杀曼联，曼联战平利物浦，所以切尔西大于利物浦，英超冠军切尔西当之无愧。没毛病。阿巴找徐梦金送3点池啊！如何评价奥拉拉扑救数据领跑英超？曼联后防真让奥拉拉进化了？进化不好吗？最起码之前了呀。现在奥拉拉这个球员呢，已经是打回他的身价了呀！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曼联不已经完了吗？对吧？蛮好的呀。你们这黑子有些时候呢，你们其实把奥拉拉魔鬼化了。为什么烦奥拉拉？是因为他失误多，因为红马奎尔。但现在呢，哥们知错就改，不红马奎尔了，也不这个乱犯病了。我是觉得还可以，奥拉拉啊，最近表现确实蛮好的。水滴法师送3点池，刘亦菲演小龙女，你愿意演杨过还是尹志平？尹志平是坏人，对吧？尹志平做的事我做不出来，我是正人君子啊，所以第一我们不可能演尹志平，对吧？杨过呢后来独臂了啊，其实也比较惨啊，所以说我们也很难去演杨过啊。如果说穿越到神雕侠侣里边，我们会演谁呢？我觉得整个神雕侠侣里面黄老邪吧，啊，我挺喜欢黄老邪的，特别是李若彤那一版的黄老邪，太他妈帅了！我一来一波黄老邪，对吧？吹个箫啊，整一波桃花公子啊，肯定我去演那个黄老邪呀，啊，黄老邪啊，雕演不了的啊，雕演不了的。下一个啊，高来风轻松3点池，其说一下现役前6的右边锋，现役前6右边锋，萨拉赫。右边锋还真没几个好的啊，萨拉赫是吧？伯纳多·席尔瓦啊，萨卡啊，可能福登是吧？啊，科曼、萨内啊，应该这么罗德里戈啊，应该这个情况。应该登贝莱对吧？大概这么多人了，其他人都不太行，其他人都不太行啊。说实话啊，现在右边锋不是以前边锋年代了，像罗本啊、梅西这种档次的现在都很少。吃专家送3点池啊！说实话，看到芒特在蓝桥被嘘还是很唏嘘的，包括哈弗茨和若鸟，毕竟蓝军欧冠功臣。还有球迷呢骂你呢，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恨你，
知道吧？啊，有些时候呢，你用这个酋长走了，你回去嘛被虚嘛，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不用过多的去怎么样，去觉得啊好惨啊怎么样，没什么。芒特有点惨的，芒特主要是被这个恩佐羞辱了，要不然芒特也没这么惨，被虚很正常，对吧？你从主力走了嘛，球迷嘛哪有这么理性的吧？球迷要这么理性嘛，球迷肯定也不是球迷了啊，很好，有虚伪。球员嘛，要你政治里边钱就有这一部分，欧洲飞动3电池，科比梅努和卡马温加这种黑皮球员的球商怎么评价？比同身价的白皮中场差很多吗？球商跟这个没关系啊，球商跟这个没关系。首先啊，这是你这个东西呢问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就不太对劲啊。球商跟你是什么这个东西没关系，有一说一啊，因为你看我的这个球商就很高，对吧？但是你说我是什么呢？对吧？你这东西跟这没关系啊！我的球商不比任何人低，我都如此的聪慧，如此的灵敏，对吧？这跟这没关系，主要还是你从小的培养方式和你从小受教育文化程度啊，天赋加训练环境，所以说这个跟同人家的白皮中场差很多嘛。科比梅努啊，看我们家这个球商不很高吗？下一个。陈扇子送的3枚电池，邱扇子，我团在本泽马、C 罗等人走了之后没出现太大的波动，安切洛蒂有多大功劳？换谁比较好？肯定安切洛蒂占70%功劳吧。按理讲，这个赛季皇马该崩盘的，或者上个赛季就有点崩盘趋势了，他一直拉回来的嘛。啊，所以讲的话，你要硬讲的话，我跟你讲，安切洛蒂占60-70%的功劳，70-80%吧。换谁比较好？现在的话，你换首选克洛普呀。你没有克洛普嘛？你可以看看阿隆索，可以看看这个弗里克。这些主教练，我觉得首选是这个齐达内啊，3进攻，但首选的应该还是这个阿隆索或者是滕哈格。滕哈格其实挺适合皇马的，名帅。超受痛送了3枚电池。新球迷想请教一下左右脚技术和进攻的关系，以安东尼为例。左右脚技术呢跟进攻关系呢其实不大。什么讲呢？就如果你这个球员天赋横溢，才华异禀，那么你只会一只脚没什么问题。如果你这个球员呢，你边角料水平不行，你只能以万金油做著称，那么你必须要会2只脚。比如举个例子啊，中场球员大部分会2只脚，边锋球员可以会1只脚，但是也跟你训练方式有关。在这个南美呢是只关注于你的技术能力，不关注你有哪只脚。欧洲是强迫用练逆足所以你看在哪练，南美是不怎么练你的这个逆足脚的。我个人呢是右左脚不会踢球，反正我也是天三脚，我们觉得有什么呀？我依旧很强，依旧大杀四方，一只脚就够了，因为我一只脚你就防不住我。下一个，下一个，把爱留在安联这个打过了我爱吃小牛，一直认为萨拉赫该退了，突破和终结是边锋基础。萨拉赫的终结能力不差，别尬黑。他只是这个赛季呢有点晕了，但是有点迷了，但是他其实进球数还不低的那突破能力呢也不差，他只是呢就这个赛季呢，因为可能非洲杯影响嘛状态也没有这么好，退肯定不该退，可以走，但是不该退嘛。萨拉赫现在还是可以用的，明年你看你有没有好的替代者？你告诉我，我问你就是利物浦球迷，你们希望萨拉赫走的，我就这么问你，萨拉赫走了，你觉得这个位置上谁来能行？对吧？你就这么回答我，萨拉赫走了，这个位置谁来能行？罗德里戈罗德里戈是可以，但罗德里戈也是踢左边锋的，其实萨内，姆巴佩、罗德里戈，你买得起吗？我跟你讲，你把萨拉赫卖1.5亿，有1个亿会变成你们老板的游艇，5000万去买个若昂贝利，或者买个内托，买个迪亚比，你信不信吗？信吗？对吧？你把萨拉赫卖了之后1.5亿5000万弄一这个5000万弄一若昂贝利，弄一迪亚比，基本上就是你1个亿买游艇基本上就是你们这个有个球队的这个感觉了你下一个220送的锦囊，从赛程看，感觉利物浦夺冠依然很稳。从赛程来看的话，利物浦夺冠的概率其实略低于曼城，
因为利物浦客场居多啊，客场多不好踢。但是我是觉得利物浦都加油吧，我不希望3个联赛3个球队出现任何的失误，我只希望你们输了该输的比赛，对吧？比如说阿森纳输给曼联，对吧？现在就是我现在我都无所谓，你们打谁赢都谁输跟我无所谓，只要你们输给我们，剩下的比赛随便踢，对吧？所以说加油吧，希望你们都别失误啊，都别失误啊。教练的马斗送3点池，刘易斯和科比谁是潜力大？里克、刘易斯和这个科比梅努，我觉得曼城球迷也会选科比梅努，曼城球迷也会这么选啊。刘易斯，你看他在曼城的出场数据能发现了啊，他的位置呢不够固定化啊，踢右边后卫呢身材不太行，踢边后腰呢感觉脚下技术呢也不是特别灵敏，不是特别好。所以里克刘易斯呢更多还是作为工兵型球员去使用，但是呢你像这个轮换球员去使用，你像科比梅努啊是能打绝对主力的啊，能成核心的。下一个啊，罗福哈堡站稳9号位，下窗阿森纳要补左巴佩赖斯。哈弗斯站9，对吧？你可以的话，可以买一巴雷拉啊。其实可以的话啊，我刚才没说到这个事儿，我感觉刚才时长有点太长了，我就没怎么讲了。其实阿森纳可以考虑啊，你可以考虑啊，你左边可以弄一巴雷拉，对吧？配上一赖斯，加一个德高，中锋顶一哈弗茨，然后呢再随便买一个烂中锋，然后左边锋呢弄一这个把那右边锋弄一萨卡，这样也可以啊，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下一个啊，阎王爷，非5大联赛有哪些高级货？看好谁未来入豪门？非5大联赛的高级货呢？目前来看的话，我这观察的比较少，因为我不怎么看5大联赛之外的比赛啊。我一般情况只看5大联赛热门球。所以你要问我的话，我对5大联赛就安东尼奥·小尔瓦吧，印象比较深刻的安东尼奥·小尔瓦，然后这个张怡宁，对吧？韦世豪啊，这也都不错。但是你要是5大联赛之内的有哪些没有被展现出来的，我倒挺看好这个优素福·福瓦纳啊，优素福·福瓦纳啊，这个球员还是可以的啊，这个球员还是可以的啊，优素福·瓦纳啊。非常有说你呢啊，我皇马球迷，明天体考，祝福我啊，希望你明天体考能够考个好成绩吧。不过体考这个东西不有腿就行吗？体考咬牙有腿就行。大块送你呢。那踢欧冠腿抖，在联主场碰欧冠老油条，嘿嘿。阿森纳踢欧冠腿抖，在安联主场碰欧冠老油条，嘿嘿。加油吧！拜仁跟阿森纳叫得欢，但是其实呢，这两个队伍呢，现在自己心里都没底。有一说一啊，我应该没说，感谢吉米奇，感谢鸡哥送的3个眼镜，感谢鸡哥。对吧？就是拜仁跟阿森纳现在叫得欢，但这两个队呢，其实心里都没底啊。我说实话啊，心里都没底。有一说一啊，实话是这样，对吧？你这两个球队自己心里都没底。阿森纳是觉得自己谁都能输，现在是吧？拜仁觉得谁都能输，阿森纳觉得拜仁还很可怕，就怕什么呢？就怕这个阿森纳跟拜仁踢完之后啊，这个把拜仁这个皇帝的信心把拜仁这个就是这个架子彻底给打碎了。拜仁要能过阿森纳这个关，其实还行。拜仁这个今年这个赛季还有希望呢，因为不管他只要过阿森纳这个关，不管是打曼城还是打皇马，他最起码输了不丢人了，这个球队心不会散。如果说真是8强被阿森纳淘汰了，那拜仁这个俱乐部就要翻天了，你知道吧？啊，就要翻天了啊！喜欢白王剑里送3点池，其评一下看的最惊心动魄的5场比赛。法国跟阿根廷惊心动魄，实话说真精彩。然后最近的话，我觉得曼联跟利物浦的4-3啊，然后曼联跟切尔西的3-4，然后这个最近啊，因为我比赛看的多，所以都是对最近的有印象，是吧？然后这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比赛？忘了，就有的我的游龙那场球，其实就那几个季都好看，其他比赛的这画面一般，对吧？4-4啊，4-4啊，曼城切尔西4-4，对，曼城切尔西4-4啊，曼联2-1曼城，哈哈哈，可以，千里护球，名场面，我帮你们黑了，好吧？千里护球啊，名场面啊，千里护球，永不越位，永不出界啊，不，永不越位啊，永不越位。下一个啊，听风言语送3点值，
七哥，别不信邪，4号一上来双红会就平了。上赛季要是有阿姆拉巴特，何至于喝七喜？你拿走吗？你们不都说阿姆拉巴特好吗？利物浦买走，巴萨买走，皇马买走，曼城买走吗？曼城买走给罗德里当替补，罗德里不缺个替补吗？阿姆拉巴特便宜好使，还能跟利物浦逼平，上买啊买啊买走啊，不买这王八蛋，行吧？啊，谁说阿姆拉巴特好的，谁不买这王八蛋？啊，下一个啊。baby 送的300电池，送的锦囊。奇宝评价一下阿森纳下赛季买哲可赖什，我觉得哲可赖什，刚才我就讲了，这个球员呢，只能说是当替补啊，替补轮换啊。你要说打主力呢，悬一些。打主力呢，说实话啊，阿森纳悬一点，有一说一啊，肯定是做替补轮换的啊，做替补轮换还可以吧，对吧？阿森纳毕竟不靠他解战斗嘛，替补轮换啊，应该可以。下一个，猫都不能养猫，猫子送300电池，送锦囊。我觉得韦格霍斯特可以当阿森纳的替补。韦格霍斯特这个球员不会射门，怎么当阿森纳替补啊？啊，韦格霍斯特怎么当阿森纳替补？你告诉我 ，Tell me， 他不会射门啊！阿森纳买中锋是为了我比赛打不开局面时候上一个人进球，韦格霍斯特不会打门，他妈当什么替补啊？肯定要需要一个能进球的呀。保护王小苏，我场拿下拜仁，来给其刷这一球，力贴为证。行，啊行，可以，啊可以啊，行，反正呢，有没有拜仁球迷的？有没有拜仁拿下阿森纳来刷这几球的？啊，好吧，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我都赢了，7赢啊，7赢。没皮奶盖做300电池。其评价现役教练最为换人前3和换人最抽象的教练。现役教练最为换人前3，克洛普、安切洛蒂啊，这是最为换人的。克洛普、安切洛蒂，然后这个还有一谁呢？穆里尼奥，对吧？这属于是后发制人，是比较牛逼的啊。你要说是最换人最抽象的嘛，按波切蒂诺、恩里克，是吧？啊，加上这个图赫尔能加上图赫尔吧？滕哈格最近有点抽，但之前还行啊，之前还行。哈巴隆索目前为止跟这几个主帅还比不了。啊，不是个档次的还，与有容焉。楚奇，你留点观点给别人说啊，都给说完了。我今天都没怎么发挥啊，我今天都没怎么说，没怎么喊。为什么呢？今天呢，他是昨天我跟你讲，这个连线节目是怎么回事呢，兄弟们啊？是上一周他就找我了，但上一周呢，我有活动，我就没法参加，就给人割了，知道吧？啊，给人割了之后呢，我这个星期不好意思，他又找我了，我就接了嘛。接了之后呢，就昨天只有今天半天时间告诉我主要变成什么话题。那半天呢，就让小光查了个资料，上去就硬头皮就说了，我也没怎么准备。这第一，第二呢，我就觉得对吧，参加节目嘛，还是尽量就是你看我这个表达观点啊，还是尽量就是以这个就是与人为善嘛，对吧？不怎么跟人开团，不怎么喷人，大家都你好我好就得了啊，你好我就得了啊。什么叫抢话？这个节目本身就是希望我们去辩论，明白吗？看过有求必应吗？看过这个有求必应吗？看过那个什么篮球那个节目吗？啊，这个节目本身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对互相的啊，就是插话，互相喷啊，就是比如说我说姆巴佩好，姆巴佩哪里好？哈兰德好啊，他说哈兰德好，哪里好？姆巴佩好 ，C 罗好，就是希望你就用这种方式。啊，希望你用这种方式来做这种节目，知道吧？啊，又不是搞什么论坛，还有插话不插话的，我都疯了！我天，哎，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啊，他巴不得我来句，对吧？那玩意儿他巴不得那来个这个的，下一个这个。AM 送的锦囊啊，小飞，要是当初我城是不是就踢出来了？菲利克斯去你城踢不出来啊？菲利克斯在巴萨没踢出来就悬了，现在这个球员踢得蛮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哈维不愿意用呢？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亚马尔出事吧？啊，毕竟是租借来的球员嘛。只能说菲利克斯呢，明年估计西汉姆联和阿斯顿维拉还有点机会，明年可能就压阿斯顿维拉了，也就这一个球队的有点戏了，要不然就只能去沙特了，要不然就续租，现在有点困难。
哈兰德不拿金球不改名，哈兰德不拿金球不改名，改名总送的锦囊啊。其哈还有机会达到母总层次，成为历史级中锋吗？哈兰德，对啊，我当时其实我刚才就是已经这个有点说说了，我怕我来一句，我说阿姆拉巴特这个畜生，我当时差点就说出来，知道吧？我还想算了吧，啊，这种观点呢还是要谨慎再谨慎啊。所以说我当时对吧笑了一下，我这个一笑一带而过了，差点给他来一句这个什么阿姆拉巴特畜啊，是吧？这个哈兰德还有机会达到母总层次，成为历史级中锋吗？哈兰德就是历史级中锋，哈兰德，明白吧？啊，哈兰德就是历史级中锋，这个是肯定的。就是再黑子，你也不可否认，就是哈兰德他本身就是历史级别的中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呢，哈兰德呢作为一个中锋，他达不到姆巴佩这种历史级别球员。就姆巴佩呢，他是竞争什么？姆巴佩是竞争历史级别球员，他的竞争位置不是说我在某一个位置固定。就姆巴佩，我不是竞争我是世界第一好的巅峰，世界前三中锋，我也不是竞争我世界前三边锋。姆巴佩竞争世界最好的球员，那么哈兰德是竞争世界最好的中锋，历史最好的中锋。那么哈兰德已经是个档次了，已经是个档次了。所以讲的这是两码事儿，知道吧？姆巴佩跟哈兰德呢，确实呢，说实话有一说一啊，对吧？档次呢，现在能力还有他的未来发展曲线呢，可能性呢，姆巴佩也要更提高一些，因为他打法上的东西。但是哈兰德已经是历史级别的球员了啊。下一个啊。而且呢，哈兰德比姆巴佩有一个好处，哈兰德这个叫做平台高，所以说呢，我是觉得什么呢？我是觉得这个不管是姆巴佩还是哈兰德，我都说这一句话啊，就是姆巴佩的转会能不能行，咱们只是大概率能行。但是呢，哈兰德如果从曼城走了，曼城球迷你们就会知道什么叫难受了。同样的，哈兰德如果从曼城走了，他去了另一个俱乐部，如果不是特别好，那么你也会明白，哈兰德也会难受。所以说，曼城跟哈兰德，我是觉得啊，没必要撕了，因为我感觉撕的很难看。自己俱乐部他妈撕那么难看干嘛？我觉得曼城跟哈兰德呢，还是要互相去改变，互相去包容啊，互相的去给对手，对吧？给对方啊，不停的去做一些东西，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更好。你们现在呢，其实，姆巴佩转会转晚了，下一个啊，猫都不能养猫，猫总送锦囊啊，能用火杀把藤甲都干了吗？昨天都科比真神，哎呦。藤甲军其实现在就是阿姆拉巴特真菜啊，其他都还行吧。芒特好像也好起来了，芒特也好像也好起来了。历史级别球员，他们国家队表现很难达到吧？你觉得莱万是历史级别球员吗？莱万国家队也没啥，对吧？哈兰德未来还有机会啊。下一个啊，小张仲谋送的锦囊，二弟英墨这俩价格不错，适合热刺吗？英墨比莱。热刺啊，买人啊！我跟你讲，热刺买谁啊？热刺买弗拉霍维奇，信我准没错，真的。热刺弗拉霍维奇。然后呢，其实热刺啊，为什么下半赛季踢得很挣扎？因为麦迪逊变菜了。有没有热刺球迷？我这话，我说的话就是比较危险的，对吧？因为很多可能平时不看热刺球的会觉得，哇，你这个是胡扯，麦迪逊这么好，怎么能下半年变菜呢？哎，你这下半年。这个热刺啊，这个麦迪逊啊变菜了啊，他受伤回来之后啊，所以说呢，他的下半赛季呢，他的这个中场渗透能力变弱了。那么再加上中锋呢实在不顶用啊，所以说呢，你看现在的热刺挺困难。你要真是买人，必须买顶级中锋，你买一边角料货色没用的，知道吧？热刺跟阿森纳不一样，热刺就是中锋文化的，你一定要买顶级中锋，一定要买顶级中锋。那么你这弗拉霍维奇都算是，我觉得没有这么顶，但是你还是要买，还是得买啊。下一个啊，猫都不养猫，谁跟谁好？瓜跟藤好，维拉挺好，纽卡成什么样？纽卡妈废了啊！纽卡换教练，纽卡跟切尔西今年下窗，谁抢着穆里尼奥，谁明年起飞？信我啊，信我，我是尿粪啊，尿fans，我是尿粪啊，相信我，穆里尼奥是最适合纽卡跟切尔西的这个主教练，拿下他们俩，他们两个队谁拿下他谁起立。起立啊！拿下这个穆里尼奥啊！我希望让穆里尼奥来到英超，滕哈格再干一年。我想看穆里尼奥跟滕哈格的发布会，有没有想看的啊？我想看穆里尼奥跟滕哈格的发布会，我干啊！加油啊！纽卡跟切尔西啊，谁拿下穆里尼奥，谁明年起立啊！明年起立。下一个啊，巴尔约兰联前几年罗比哈堡更适合曼城包。
等吃饼就好。罗哥啊，其实跟曼城来讲的话，你要是按现在这个打法是合适的啊，你要是按之前曼城的打法就不合适。其实啊，都在怪瓜迪奥拉，我看普遍市场上其实都在怪瓜迪奥拉，对吧？就是说瓜迪奥拉把哈兰德废了啊等等。但是其实你们仔细回想一下，你觉得瓜迪奥拉有没有为哈兰德改变战术布置？有没有为他改变战术打法？我觉得是改变很多的，对吧？之前曼城他的9号位是斯特林，是福登的时候，是阿圭罗的时候，他是苏的时候，他是边后腰为9，你想想那个时候的中锋是怎么用的，对吧？自从瓜迪奥拉哈兰德来之后，瓜迪奥拉怎么打的？变成3-2-4摇之后，你看哈兰德他的其实位置啊，包括他的中锋啊，他更靠近球门，他比以往的曼城属下的中锋幸福多了啊，所以我是觉得瓜迪奥拉已经进行了一些改变了，已经进行了一些改变了啊，有一说一啊。下一个啊，这个斯坦福桥大足送了锦囊啊，其去年10月我喷波你护了，现在还护吗？波切蒂诺啊，我觉得啊，他那个换人啊，确实有点抽象，是吧？有一说一啊，他这个用人、换人、买人啊，说这场比赛确实挺搞笑的。但是我是觉得切尔西炒教练啊，解决不了问题啊，知道吧？除非说你真是换穆里尼奥来，你要换穆里尼奥我支持，你不换穆里尼奥，我就问你换谁吧？你觉得换谁能行？现在切尔西，其实我觉得换滕哈格能行，但是我真不跟你开玩笑，我觉得切尔西买哈兰德切尔西买滕哈格真行，滕哈格挺适合带切尔西这个队伍的，对吧？这个阵容蛮好的。但你说真是滕哈格如果不下课，是吧？你包括现在市场上你找谁呢？安切洛蒂跟皇马人续约了，对吧？啊，其实你现在你真是好像真没什么人用啊，真没什么人用，对吧？啊，现在其实蛮困难的，你图赫尔能2进攻不可能的。啊，所以说要这么讲嘛，我是觉得留下他嘛，再看1年，还是给他点机会，是吧？再看1年啊，我觉得明年只给他买点人，不至于这么烂啊。切尔西经不起折腾了，切尔西这个队伍啊，已经是这个千疮百孔，是吧？啊，坠入深渊了啊！再折腾下去，一旦你这个球队输球输习惯了，你可能就一蹶不振，是吧？当年利兹联拿过英超冠军，诺丁汉森林拿过欧冠冠军的，现在什么球队，对吧？你就怕你一蹶不振，输球输习惯怎么办呢？啊，所以讲呢，要明年呢，要不然就换穆里尼奥这种有赢球文化的，要不然你就干脆就是再给他买点人，再试试啊，再试试。下一个啊 ，Abandon 送的锦囊，其给后天的曼城排个阵容并讲讲打法。曼城阵容伤病很多啊，斯通斯能踢啊，格瓦迪尔踢不了，鲁本迪亚斯能踢是吧？阿坎吉不知道能不能踢，沃克踢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如果斯通斯能踢的话，还是打3-2-4-1稳定一些，是吧？那你就鲁本迪亚斯啊，罗德里斯通斯。然后这个，还有谁能踢啊？我们2个边中卫呗。然后中场嘛就是，然后前场嘛就是福登、德布劳内是吧？然后碧玺，然后加上格拉利什、哈兰德嘛，啊，这个组合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都踢不了，你上了，这玩意儿这根本脑子进水了啊！我说他踢不了，不是说他菜。啊，这哥们脑子进水了。这种人，你说上来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他踢不了，不是因为他菜，他踢不了，是他就上不了。为什么上不了呢？因为我不想让他上，他就上不了，懂吗？我告诉瓜迪奥拉打电话给他，我这几个人不能上，你看明天上不上？你就这么看吧，好吧？小六，我给他打过电话了，我说这几个哥们不能上，你觉得我说话不管用，你明天看他上不上？就我打电话说的。他都不一定去马德里，啊，不一定去马德里，你放心吧，我给他打过电话说过了，不信你看啊，路西法啊，西法送的外电池，其评价出勤不到一半却有实力的卢克肖、托马斯、詹姆斯对球队正面影响，是不是不如毕费这种啊出勤率高的球员？怎么讲呢？卢克肖、托马斯、帕蒂和詹姆斯这3个球员，你看啊，硬实力上来讲啊，托马斯、帕蒂去年是英超最好的后腰之一，对吧？但是今年状态不好，小火车嘛。那么里斯詹姆斯呢，是切尔西唯一一个是超巨级别的球员，可以这么讲啊，就唯一一个超巨之资的，剩下球员其实都没有超巨之资，里斯詹姆斯是唯一一个。你看恩姑姑现在半废了啊，所以讲呢，里斯詹姆斯他的如果能上，他肯定很好，但是不能上场都是扯淡，再强球员你不能上场都不如能上场的人啊，肯定是必废的啊，肯定是必废啊。下一个啊。KFF 送锦囊，其湖人的罚球、勇士的移动挡拆，哪个
更夸张。50步笑100步嘛，罚球更夸张一点嘛。有一说一，我说实话啊，罚球更夸张一点嘛。你说一进去就犯规，那玩意儿你们受得了吗？罚球嘛更夸张一点但是这个玩意儿他要真犯规嘛，你罚嘛也没问题啊，对吧？真夸张也没问题啊。下一个都不如快船，保罗乔治后撤步绝杀下一个 KFF 送下一个拜拜的送你呢。我城即将残兵少将去伯纳乌，好愁啊！皇马也残兵缺将，皇马米利唐踢不了吧？是吧？皇马那边有米利唐踢不了，库尔图瓦打不了，2个后防悍将踢不了，是吧？然后这中场呢，好像也皇马那边中场还行，锋线上呢也没中锋，也半斤八两嘛，双方你侬我侬差不多我估计曼城在皇马的客场主要还是不丢球为主，是吧？不丢球为主不丢球为主。梅利唐复出了，他不一定是首发吧？他第一场进名单应该不会踢第一场，他第一场进名单他应该不会首发应该不会首发。曼城这边其实也比较困难，我觉得曼城去马德里估计是以守为主了，以守为主。要能打平，曼城机会大。如果说在马德里，皇马机会就是主场这一场，皇马必须要赢，2个球起步下一个又说一下基米希，哲凯莱什怎么样？哲凯莱什不好说基哥哲凯莱这个球员呢有一定水的可能性他呢有点不是很硬但是呢你说现在中锋呢1个亿买他呢纯是嘛脑子进水了，可能说这个拼的这个概率比较大，4-5千万是没问题的，不值这么多钱但是呢有培养价值你看怎么整嘛？1个亿肯定不行1个亿肯定是不行的你要样的好美送了3万电池。今晚什么情况？我来晚了，没人谈论昨天的什么点球吗？还是什么？那个点球没问题判断今天晚上连线了，刚才好微笑样子刚才我刚才跟你那个答过了，今天晚上参加那个官方活动了跟那个这个小抖官方就邀请咱去参加一个英超脱口秀参加这个活动了你的后边字我看不懂，你把那个打出来后边字我看不到微笑样子，后边没人谈论昨天什么吗下一个小例子，阿森纳和拜仁队内前3重要的球员分别是谁？阿森纳跟拜仁队内前3重要的球员分别是谁？阿森纳队内最重要的是赖斯、萨里巴和萨卡，对吧？这个拜仁最重要的队内球员分别是凯恩、还有谁？有没有我人球迷？诺伊尔、穆夏拉格纳布里拜仁那边其实现在真是老的老，少的少，今晚什么情况？来晚了，没人谈论昨天的双红会吗？聊完了呀，好微笑样子，一直在聊一直在聊一直在聊好简单的3万电池，我车要踢欧冠了，哈哈哈哈哈哈！无敌波切蒂诺，嗖，哈哈哈哈哈哈！封一个，我天，抬走吧封一个抬走，封了一个封了一个，抬走，妈封了一个，我天，封了一个，哇哦，你好呀，送了锦囊其作为国米死忠，为啥不直播我纯比赛？今晚播吗？不播国际米兰比赛呢，我不播，但会看。说实话，国米球踢得不好看，意甲球我都不想播，意甲那比赛踢的不是人看的，我天！第一时间阴间第二节奏缓慢除了国际米兰，就除了国际米兰踢的还挺好看的你剩下的球队什么米兰尤文图斯我天呐，看真折磨。昨天看了2场尤文图斯半场比赛，差点给我看死我就一般情况意甲我是很少播很少播明天播等这个粉丝群里面会通知晚上明天直播也会说我再考虑吧这边会发动态那个是排版表。M 的总锦囊，谁英超夺冠面大？我台光头的尚未替代品是，我不建议滕哈格下课。所以说你问我替代品谁，我通通没有。我觉得滕哈格继续留任比较好。
啊，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啊，这边没群啊，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就滕哈格留任是现如今曼联最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呢，你要问我他的接待者是谁，我觉得是没有的。英超夺冠面概率大呢，现在就看谁不失误呗。从概率学上来讲，比赛真正上来讲，阿森纳是最小的啊，阿森纳夺冠概率是最小的。说实话啊，有一说一啊，对吧？你从对阵的球队实力上来看的话，利物浦主要是客场多啊，曼城呢那边呢是这个主要是伤病多，下一个啊，对，小豆子啊，你们要的好美送3点吃。前2天忙没看直播，昨晚看了回放，利物浦曼联真给我整乐了，无意冒犯，单纯觉得好笑。为什么给你整乐了呀？曼联昨天不是2-2不是打2-2吗？你是不是赢了？你是不是看错回放了？啊，曼联这个赛季面对利物浦保持不败，2平1胜，加上上个赛季总共2胜2平1负，占尽优势。你是不是看错回放了？看成那场比赛了呀？是不是看错了呀？搞错了吧你？下一个啊，这个属一里发出3点吃啊。皇马算不算最卷的球队？一旦表现不好就卖掉，容错率太低，对球员不是太友好。皇马这种球队就是这种类型的呀，挺好的呀。我是觉得皇马这样蛮好的，对吧？你一视同仁，本身你俱乐部是没有感情的嘛，对吧？天道无情嘛，俱乐部是没有感情的，人是有感情的。那么你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就是最大的公平。我觉得皇马这方面做的蛮好的呀。你在竞技层面上，你只要能拿得出手，我就用你，工资不亏待你，对吧？你是全球最有名的球员，各种给你造势。如果你成绩不好，竞技能力不行，你就走人，对吧？我是觉得皇马蛮好的呀。这种很差吗？蛮好啊，蛮好。天道无情啊，不是无形啊。EFF 送锦囊啊，拜仁赢阿森纳，你给我刷气球，反之你给我刷什么玩意儿？拜仁阿森纳你给我刷热球，反之你给我刷，你在说什么玩意儿？说什么玩意儿？你拜仁阿森纳比赛跟我有7、8关系啊？要不然你拜仁现在不踢了，把名额给曼联，我可以跟你聊一聊。你拜仁跟阿森纳你们两个队伍打得死去活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看乐子的，有乐子我就看，没乐子我就不看。你搞得好像你现在弄得很奇怪，好像我这个就跟我这个多大关系，跟我什么关系啊？阿迪有3点值。其我跟着你看曼联，昨天加大条单刀，我一激动把游戏名称改成红魔永存，请问我入魔了吗？你入魔了啊？你必是真红魔，你是真红魔啊！红魔永存，你必定是真红魔啊！希望你下一次在玩游戏的时候啊，能够正儿八经的告诉大家你是来自曼彻斯特联的球迷。我天哪！我天哪！好，入魔了，完美啊！风起，夸一夸梅努，光荣属于曼联。梅努这个球员呢，没必要夸了啊！你从他的姓氏能看得出来，叫科比的人有差的吗？而且我跟你讲，梅努他爸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这个野心的人。他不仅要当科比，他要当乔丹。他叫科比梅努，他哥叫乔丹梅努，对吧？你看说对，名字叫科比的有差吗？没差。姓梅的有差的吗？没差，对吧？科比赢梅也赢，科比梅努能差吗？我去，无敌了，对吧？无敌了！新绝代双骄不是姆巴佩跟哈兰德，新绝代双骄其实是在曼城跟曼联，对吧？梅赢罗赢。梅赢罗赢，对吧？曼联的梅科比梅努赢，曼城的罗德里赢，对吧？绝代双骄嘛，赢麻了。超肉痛不痛送3点吃。其实你觉得现在最适合在曼联当上队长的场上队长的球员是谁？马奎尔啊？马奎尔不合适吗？我觉得马奎尔当队长是蛮好的。马奎尔啊，还有那股劲啊！我觉得马奎尔现在一看就是曼联队长啊，对吧？感觉在场上的味道也不埋怨。马奎尔是有这感觉的，然后其次就卡塞米罗吧，毕费确实不太合适，有一说一，实话啊。下一个啊，
9320送的锦囊啊，预测一下欧冠，给我成预测一波阵容。我看你成大名单啊，我再给你预测阵容。欧冠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曼城在皇马最起码要不败吧，我觉得皇马在主场是有机会的啊。这场比赛不好说，主要是曼城现在这个人员伤病太严重了。皇马在主场如果不赢，皇马就嘎了，必须得赢，知道吧？伯纳乌必须要拿下曼城，你才能有希望在伊蒂哈德晋级啊，因为伊蒂哈德这好久没人赢球了。你不能保证我去就一定能赢，对不对啊？所以讲呢，现如今埃弗顿又被扣分了，不是埃弗顿是得罪谁了吗？埃弗顿又他妈给扣2分。刘律呢？啊，那个有没有那个知道刘律谁的？给刘律说一声。让他赶紧去任职呀！自然又扣2分得了，搞什么？又给扣2分，逮人一个死捏完了。我看他这名单啊，名单没出来吗？来了啊！曼城本场名单，埃德森进名单了，后卫鲁本迪亚斯、斯通斯、戈麦斯、格瓦迪奥尔、阿坎吉，那没问题啊。就鲁本迪亚斯、斯通斯、阿坎吉右边后卫、左边后卫格瓦迪奥尔也是蛮好的嘛，也就是怕格瓦迪奥尔被罗德里戈，包括阿坎吉被维尼修斯罗的一个突爆嘛。除此之外都蛮好的，这四个后卫主要没沃克，防不了维尼修斯，就怕阿坎吉能不能顶住维尼修斯了啊。雷克雷斯和塞尔吉奥、戈麦斯是不能上的啊，因为这对手2个边前卫太猛了。啊，就主要对焦点就是阿坎吉和维尼修斯、格瓦迪奥尔对罗德里戈，就这2个点。中场罗德里加斯通斯嘛，啊，德布劳内、碧奇加上这个福登嘛，对吧？然后锋线上哈兰德嘛，格拉利什，对吧？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啊，大概这种情况。大概这个情况啊。下一个啊，索拉我送你呢，说一下啊，充下电。为什么我总觉得26岁罗哥强于26岁姆总？因为罗哥26岁啊，他妈世界之巅啊！姆总虽然也是世界之巅，但是发甲舞台太小了。姆巴佩老早就该转会了，哎呦，当年啊，其实前几年走就好了，别跟巴黎续了约，直接去皇马，或者当时直接从摩洛哥去皇马，老早就成了，就没现在这臭懒的事儿，知道吧？在巴黎圣日耳曼能难受，看着现在球迷基础也不够，我就这么跟你讲吧，你看看哪一个球队哪一个球员能够在法甲拥有这么多粉丝啊？除了那几个拥有粉丝基础的人，他证明他还是很强。但罗高26岁肯定不比瓦维差，从那平台又高。下一个啊，索纳武，其说一下明晚曼城皇马战术推演。曼城跟皇马战术推演，怎么讲呢？我感觉啊，皇马会主抓2个边路的进攻，然后呢，贝林厄姆应该位置不会太突前，同时呢，他会就是在中卫绞杀，而且这场比赛我估摸着啊，皇马会占据一定优势，能不能进球就不知道了。曼城这边呢，可能哈兰德有一定反击机会，就是这个就是哈兰德可能有一定反击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哈兰德，他能够推一波，这个就是能够啪。你皇马压来嘛，哈兰德可能有一定反击的机会啊！你像德布劳内啊、福登给他送炮弹啊，所以说我觉得哈兰德今天是有点希望。这场比赛最终比分呢，皇马如果赢，对于整个系列赛来讲，皇马出现的几率就会大幅上升。皇马如果打平了或者输了，就基本上就悬了啊，悬。下一个啊，话回到曼彻斯特，曼城明天不会输的，毕竟有罗德里，能66场不败。你要说这个话啊，我就怀疑你成为就是皇马球迷了。这个话在足球世界是不能说的，什么我一定赢，他一定赢，扯淡的。足球世界没有绝对，足球世界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场都充满着新奇，每一场都充满着不一样，对吧？那我说实话，你现在让曼联代替曼城去踢欧冠8强，你敢说曼联一定败吗？对吧？现在我把你曼城开除，一个足总说了，曼城开除，曼联代替曼联踢，对吧？你敢说曼联一定败吗？也不一定啊，不好说啊，不好说。下一个啊，下一个啊，这个叫做 WA 总送锦囊啊。
其边锋逆顺足有什么优缺点？为啥我城爱用逆足？边锋用顺足啊，都过时了。顺足就是传中用的，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球员了。现在呢，顺足现在这种球员都淘汰完了啊。现在这个都是用逆足，逆足往里切，把边路留给边后卫进攻，这是现在足坛的一个趋势啊。以往呢是喜欢用顺足下去传中啊 ，C 罗当时也踢过顺足，早就过时了。因为现在边后卫上进攻嘛，你逆足嘛往里切，你可以把边路留给边后卫进攻。你如果顺足的话，你不就只能下底吗？啊，所以现在逆足边锋现在是更多的是在这个比赛场上是更多了。4356送你呢，最新消息，我车要卖加回钱，波留任已封。切尔西要卖谁？加拉格尔、里斯詹姆斯、扎洛巴啊？詹姆斯卖啊？皇马动手吧。啊，如果切尔西要卖里斯詹姆斯，我建议啊，曼城、皇马动手，好球员。如果说你嫌他太脆了啊，好球员啊，这个球员虽然脆，但是只要说你能够给他用好、练好，蛮好啊，真蛮好。下一个啊 ，BUBY 涨薪合同，曼联期加盟仪式笑嘻嘻，猜一个人。涨薪合同，曼联期加盟仪式笑嘻嘻，猜一个人，谁啊？芒特啊，切尔西球迷恨芒特吗？很正常嘛。依然不爆炸送买电池。现在回顾轮梅巅峰分别是哪年？谁巅峰的水平更高？谁巅峰水平更高嘛？这个东西我就不参与评价了啊，我只会告诉你谁巅峰的。我认为哪年？我认为梅西真正的巅峰年就是91梅啊，那一年属于是准无敌级别的。对吧？巅峰梅得分能力是爆炸。你要是论这个15-16其实也还可以啊，传射俱佳。但是真正巅峰有91梅。然后呢，这个 C 罗呢是金边罗啊，或者 C 罗乔奥罗是也挺猛的，金边罗是也挺猛的。欧冠3连的第一年 ，C 罗他妈猛的是挺虎啊，挺虎。下一个啊，这个猫都不能养猫。猫都不能养猫送了锦囊，一个带来负面的队长，这个团队不会很丧吗？所以这就是毕费的原因啊。但是毕费呢，他场下又是一朵交际花，这玩意儿很骚。就毕费在场下跟所有球员，全世界你能数得上名字的，基本上关系都还可以。但场上他又是那种贪王，这种人格，你很难想象他能聚焦在一个人身上。就他在场下，他跟所有的球员关系都不错，世界上知名的啊。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我真不知道什么情况，只能说他可能就是有风格吧，下一个啊，这个猫都养猫送你呢，齐胜玩三国杀嘛，说几个你觉得很强的武将。我以前玩的时候是最初版本的啊，我那个时候玩三国杀呢，我就觉得谁厉害呢？甄姬，然后这个。刚烈是谁来着？刚烈挺猛的。然后这个郭嘉，对吧？郭嘉啊，然后那个时候我玩的时候就这些人这些人蛮强的。夏侯惇对，刚烈下一个啊，猫都不养猫。其实我仨打巴黎播吗？你给我仨出招，我现在就考虑啊，明天播不播？明天播就播曼城跟皇马，但是拜仁跟巴萨我就得看回放，我就累，知道吧？如果说我要是不播呢，我就可以同时看，相对轻松。后天呢，巴萨打巴黎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也在考虑播不播呢？播呢，因为小姑呢没版权，对吧？我们又没跟那个小爱签，所以说呢，我们就只能无画面啊。所以说我得考虑。有可能尽量播一播吧，尽量播一播。曼城跟皇马，或者说巴黎跟巴萨啊。下一个这个叫做优总送你呢欧冠阿森纳和拜仁阵容上怎么安排最有节目效果？阿森纳这边嘛，想有节目效果太容易了呀。哈弗茨踢中锋，对吧？赖斯踢六号位，厄德高踢中场。你再上一轮尼奥嘛，这就是典型的嘛，左边锋马里内利，右边锋萨卡，就常规阵型呗。拜仁这边节目效果比较足啊，萨内上呗，萨内一上是吧？穆勒也上来，凯恩也上来
对吧？中场嘛，基米希打中场，右边后卫马德拉维啊，左边后卫博埃是吧？中后卫嘛，德里赫特啊，东后卫嘛，戴尔加上戴尔加于帕，那么节目效果不拉满了。下一个啊，WA 总送的锦囊。其边这个答过了啊。青雨之秋送了1000电池，我天哪！青雨之秋为这个皇马加油疯了啊！其不知道明天你播不播？趁比赛开始前能祝福一下皇马守卫伯纳乌拿下曼城吗？哈兰马德里。祝福皇马啊，能够在伯纳乌最起码保持不败吧。啊，这个我也是觉得这样的话会让次轮更有意思一些啊。如果说你要问我的话，我也觉得我是希望，你们能保持不败啊，想保持不败啊，祝福你们保持不败吧。明天大概率播，我再考虑考虑啊，到时候发动态啊，到时候发在这个那个，马上就你了，马上就你啊，一样的啊，马上就你，给我仨出招，马上啊，看到了，我漏了啊。你们要的好美色300电池，对比一下上一轮劳内和劳大的右侧兜圆角，哪个更难，哪个更不好守？德布劳内的更难啊，科比的更简单一些，德布劳内角度更小，更难守的我觉得科比这更难守，因为德布劳内的角度更小，你如果说往前站点还真能给你拨出去，但是科比这个呢角度相对来讲宽一些啊，他站得更靠近球门，靠近中路，所以这个球员呢还是比较这个球呢还相对来讲难度没德布劳内那么大，但是呢更难守啊，更难守。下一个啊，给我仨出招。巴萨打巴黎啊，你就简单嘛，就防住。我跟你讲，巴萨打巴黎，姆巴佩就是登贝莱去诺坎普肯定软腿，你不用想的。登贝莱只要去巴萨客场，肯定被虚的，你放心吧，那就是对吧？整个人直接绷不住。所以说，就说客场的时候对登贝莱下脚，我建议啊，我给巴萨建议，客场对登贝莱下脚，然后防姆巴佩怎么防呢？千万别用你防维尼修斯那套，阿劳霍踢右边后卫去防的，防不了的。对吧？你一个人是限制不了他的，他跟维尼斯不同。你让孔德去打右边后卫去主盯，阿劳霍协防保护，两个人去防他。然后右边路呢，上一拉菲尼亚回撤帮助边前边后卫去防守姆巴佩。拉菲尼亚回来跟孔德一起干这个活。然后中后卫呢，你可以再选一个这选不管克里滕森啊还是其他人都可以的。然后你如果克里滕森不踢中后卫的，克里滕森可以踢6号位啊，大概这个情况啊，就是对防姆巴佩就不给他空间，人挤他，防这个登贝莱就踢他，啊，就完事儿了啊。11度送你呢，其想个阵容让小蜘蛛进皇马那场的首发，神经病啊！为什么让他进首发？你如果是阿尔瓦雷斯人迷，我建议你不要这么想，因为他上去背锅。如果你是曼城球迷，我建议你更不要这么想，因为他上你们用处不大啊，用处不大，知道吧？只要硬让他踢的话，怎么踢呢？硬让他踢啊，硬让他踢，那就右边路；硬让他踢的话，那就右边路。右边路这个叫做碧玺，然后呢中场阿尔瓦雷斯加德布劳内，罗德里加斯通斯啊，左边路呢格瓦迪奥尔，左边会格拉利什、中锋哈兰德、福登替补。硬踢的话啊，硬踢。下一个，你不要那个好美送电池，趁着比赛没开打，能不能也祝福我撑一下，客场拿下皇马 ？Come on CD， 我觉得啊，你这个微样的好美啊，你跟听雨之秋的，你们俩属于是杠上了啊，对吧？你们俩属于杠上了。但是我有一说一啊，我觉得曼城这场比赛，你们应该抱着就是瓜迪奥拉应该会抱着拿下的概率去，但是有机会啊。你如果说皇马拿分，那么皇马啪冲出来。是吧？然后那么这个哈兰德过去了啊，他到身后去叭来一脚，那么是有点希望的反击。你要让我祝福吗？我也可以祝福啊。我属于是这种叫做什么？反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也祝福曼城客场拿下马德里 ，Come on CD 啊！同时呢，祝福皇马守卫伯纳乌拿下 CD，Come on 皇马啊，好吧？祝福曼城拿下皇马，同时祝福皇马拿下曼城，干啊干！下一个这个叫做下一个斯坦福桥大都送了锦囊啊，大都送锦囊。最新消息，我车要卖价啊，这个答过了啊。马加七学长怎么看芒特铲断迪亚斯染黄，是不是好的犯规？肯定是好的犯规啊。
战术犯规，芒特最近表现其实还可以，我看他最近挺可爱的。最近我发现我最近看芒宝啊，看这个安保啊，都蛮好的。这两个球员希望未来能拯救一下吧，啊，感觉挺心疼，就感觉这个球员呢，感觉是抑郁了那种感觉。因为我这人比较心软啊，就是我呢一般情况比较心软的，我看他们俩有那种抑郁的感觉，我就觉得算了，不怎么碰他了。希望芒宝未来能变得好一些吧。那个放犯规是没问题。奥纳纳眉清目秀的，可以评选世界100大性感面孔。奥纳纳的脸可以入选100大性感面孔，觉得长得蛮帅。下一个拉姆拉布有多远死多远啊！哈喽马修送的锦囊啊！提阿森纳拜仁后防线怎么上？拜仁后防线我现在觉得最好的方式搭配还是德里赫特加于帕梅卡诺，然后呢这个基米希去中路啊，右边后卫呢马泽拉维，左边后卫阿方索戴维斯，然后呢中场呢基米希、格雷兹卡配上托马斯穆勒啊，左边路呢可以是科曼，可以穆夏拉，中锋凯恩，右边锋顶格萨内。我觉得这样的右边锋顶格萨内，我觉得这样的这个组合是我觉得拜仁最好的方式了，最稳定。晚安啊！下一个啊，马上我们这也结束了下一个皇马再等一下吧，皇马在主客场什么战术才有机会战胜曼城？皇马在主场必须得赢球，就皇马在主场必须得赢球，不能输球，皇马不能平，必须得赢。这就是你皇马现在要晋级，就是你现在最稳定的，就是在伯纳乌你要赢他，然后去客场打反击啊！你不能在皇马伯纳乌，你要是不赢球，你太困难啊，太困难！你这在伊蒂哈德，你想要翻盘困难啊！所以说现在取消客场进球之后啊，这个取消客场进球之后啊，这个先客后主其实是个优势了啊！皮尔洛总送你呢。说一下母总阿方索约罗去皇马的概率，阿方索戴维斯去皇马概率现在不得是70%-80%了，阿方索戴维斯都他妈摆烂了，我也不知道拜仁球迷怎么忍的，我天！说实话，如果他是曼联球员，我都跟他骂跟他喷完了，真是不知道怎么忍的。就这个球员，还或者是拜仁的有没有大阿婆啊？不出来喷吗？啊，这个球员现在已经摆了呀，他已经摆了，回防都不防了，上场打那个海登海姆，那都不防守了，都不回来了。是吧？所以说这个阿旺戴维斯呢转会的概率很大啊，除非说是真是最后皇马不要了，对吧？那么姆巴佩呢去皇马的概率70%-80%、80%-90%，基本上板上钉钉了。约罗不好说啊，约罗再等，约罗的优先级肯定在姆巴佩和阿旺戴维斯之后。给我萨也祝福祝福巴萨，对吧？能够跟巴黎比赛中有一个好结果吧啊，也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的发挥啊。同时呢，也祝福姆巴佩，对吧？今年欧冠有个好结局，啊，都祝福啊！祝福我国明年欧冠冠军。对吧？我塔时隔2年打8强赛，好紧张。太妃还停赛，太妃是谁呀？太妃是谁呀？What's it 太妃？ Who is 太妃？打埃弗顿停赛是这个意思吗？阿什拉夫打埃弗顿停赛是吧？怎么讲呢？我觉得阿森纳球迷没必要紧张嘛，进了8强还有什么说的？哎，就当学习了呗，输了也不亏。阿森纳球迷紧张什么？阿森纳球迷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紧张。我如果是阿森纳球迷，我现在就抱着一颗平常心，赢了拜仁嘛不亏，输了嘛就认了，对吧？学习嘛。我以为哪个球队球员又是太妃的。龚小汉说10个索菲扬阿姆拉巴特的优点，禁止敷衍，你杀了我吧，行吧，小汉你嘎了我吧，好吧，来吧，脖子搁这来，快来干我！长得霸气吗？江夜无眠，你别让和我心泥，他长哪里霸气啊？长得跟呆子似的。10个优点首先呢，未老先衰算一优点，对吧？未老先衰。其次呢，这个叫做抽象算一个优点，反应迟缓算一个优点，对吧？行动缓慢算一个优点，然后这个面部狰狞算一个优点然后这个不用洗发水算一个优点，头部比较光滑算一个优点
啊，腿部比较僵硬算优点啊，就是这么着吧啊，这么着啊，什么玩意儿？下一个，我是东山。接下来的英超，曼城、阿森纳可能会在哪场拉稀？曼城应该拉的困难，曼城就一热刺那场球不好说，我跟你讲啊。但是拜仁、阿森纳拉的这个机会就多了去了，3场强队呢，你说阿森纳一定赢切尔西吗？一定赢热刺吗？对吧？曼城就是热刺那场球在白鹿巷啊，其实阿森纳后边3场比赛，热刺、切尔西、曼联不好打啊，不好打。只能说今年英超啊真有意思啊，今年算是大年对吧？但是也很有意思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年入坑的球迷应该不少吧？啊，今年这个入坑的球迷应该不少吧？啊，入坑的足球球迷今年挺有意思的。今年这就是近些年啊，自从这个世界杯之后啊，我感觉足球比篮球有点意思啊。篮球那比篮球 NBA 最近看是无聊，我操，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啊。NBA 那看有些时候呢，因为像勒布朗啊，有斯蒂芬库里啊、可文杜兰特要走下坡路啊，新球星也没那个味儿。足球现在真是可以，真还可以。好，兄弟们啊，我们没有啊，姆巴佩去皇马，小熊咋办？你皇马球迷是在乎这事儿的人吗？你肯定不是皇马球迷，对吧？我就问你们兄弟们，你皇马球迷，你是在乎姆巴佩去了小熊怎么办吗？该咋办咋办呀？你们是什么？你们是 Motherly Real Motherly 对吧？你们不是什么小俱乐部，你们不是什么阿森纳，对吧？不是什么这个什么这样的球队，你们是皇家马德里，哥们儿，你把自己名字摆正，你叫皇家马德里。我们这个地方来来回回来了多少巨星，走了多少巨星，上世纪出名的前几名巨星都在你们这个球队待过，什么罗纳尔多啊，什么这个劳尔啊，什么这个齐达内啊，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些球员啊，你包括克蒂亚罗纳尔多，包括卡卡，包括这个后期的一系列这些迪玛利亚等等，证明什么？证明你莫德里奇，你们这个球队你来来往往多少超巨啊，贝克汉姆，对吧？你为什么还要去问姆巴佩来了 A V 级怎么办？能踢就踢，不能踢滚蛋。这就是皇马球迷态度，我就要最好的，他来了，你们俩竞争，姆巴佩行，姆巴佩上，姆巴佩不行你上，剩下那个人你要能接受接受，不能接受滚蛋。对吧？这就是你作为一个大俱乐部，你这种历史这种底蕴，你像曼联没这个底气，我有一说一，对吧？现在曼联可能没这个底气，对吧？你像这个阿森纳也没这个底气，对吧？我们都怕自己最好的球员被挖走。说实话啊，如果皇马挖科比，如果皇马挖赖斯，我们是有点慌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最好的俱乐部。你皇马吸全世界的血，那拜仁都吸不过你，你把拜仁都吸了，你怕什么？谁好用谁，不用谁走。现在全世界只有皇马有这个底气，你有什么可怕的？爱咋咋地嘛，想踢就踢，不能踢走人。下一个啊，谈一下暗黑四天王放到现在啊，出切片，暗黑四天王放到现在肯定都没问题啊，对吧？杨不过那不传，对吧？你放到现在的话，最起码纳尼要比安东尼强多了。纳尼要放到现在曼联来真好用，哎，好使啊，是不是？哎，纳尼放到现在真好使啊！这个球员放到现在来讲的话啊，这个真是蛮好使的啊，蛮好使的。纳尼，你包括这杨不过啊，你包括这一系列球员，对吧？暗黑四天王放到现在来讲的话，比现在曼联现在曼联球员太菜了，知道吧？哎，曼联这帮人真菜，你看不踢球有时候看着恶心，好球员都给弄走了。埃兰加这种能用吧？不用。埃兰加能用吗？不用，是吧？这个把埃兰加卖了啊，不用啊。弗雷德能用吧？卖了，妈的加钱租了一个阿姆拉巴特，是吧？格林伍德不能用，桑乔嘛干一半也弄走了，对吧？你整了一大堆边角料来，哎，霍伊伦踢球就是笨笨的啊，但是这样也是好，勤能补拙。霍伊伦这个球员永远成为不了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但是他不会成为一个失败品。就霍伊伦这样的球员，你看我给他总结的，就是霍伊伦他成为不了全世界最好的中锋，他不可能像哈兰德一样，我一年进50个球，一年进60个球，一年进70个球，不能像 C 罗那样，对吧？大杀四方，不可能像很多这种顶级中锋那样，但是他永远不会成为你这个球队的拖累。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积极，很努力，愿意做边角料。
这个其实是一好事儿啊，是一好事儿。所以说我是觉得呢，霍伊伦这个球员呢，虽然笨啊，但是能使啊，能使，努力啊。现在中锋本身就是这个定位。月星远燕山，其预想一下姆的欧冠封王的剧本求救了。姆巴佩今年欧冠冠军或者说欧洲杯冠军两个，我给他定了就拿一个嘛。欧洲杯嘛，斩巴萨是吧？啊，斩巴萨灭马竞进决赛啊，碰皇马拿冠军，这是最好的剧本。就对于巴黎来讲，对于姆巴佩来讲啊，他如果能够赢了巴萨，再赢马竞，然后呢，最终再斩皇马，然后再加盟皇马，那对于他来讲，个人来讲是最好的剧本。他属于是把7甲3雄全干完了，然后我再加盟你这个球队，我打得过你再加入你，对吧？所以说呢，这是剧本是最好的。欧洲杯呢，就是对吧？与罗哥华山论剑啊，最终谁赢谁输那就有一说一，那就再讲了啊。但是我估摸着姆巴佩今年进决赛的机会是有的，我感觉巴黎圣日耳曼今年进决赛概率真是挺大啊。巴黎今年蛮强，巴黎今年各项赛事都是齐头并进啊，而且姆巴佩今天被摁得挺惨。DRM 评价一下721球迷为什么这么恨芒特？他恨不应该的嘛。但是我是觉得斯坦福桥球迷训芒特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有些时候呢，这个足球啊，包括这些东西呢，爱恨这个东西，你不能只谈谁对谁错啊，你不能先把对错摆出来。爱恨这个东西呢，不管是感情，还是这个我们在谈论各种事情的时候，都是先谈立场，你再谈对错，对吧？那么721球迷呢，他本身他的立场是在于斯坦福桥，在于我俱乐部是主队。对吧？那么他的立场在俱乐部这边，那么你芒特他们在想法是你芒特为了钱续约要25万周薪，为了这个钱你离开了切尔西去了曼联，还穿了7号，还大肆庆祝大肆宣传，所以说呢我恨你，对吧？你这么去讲嘛，你就可以理解了啊！感谢猫奴的养猫续费会员啊，感谢猫奴啊，对吧？所以说你这么说，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了。切尔西球迷是恨嘛，他就是因为你离开了斯坦福桥，对吧？爱之深则恨之切嘛，啊，这玩意儿没什么。就像阿森纳球迷恨范佩西一样，对。猫都不能养猫，赢不了我仨。哎，这个巴萨球迷，你们最怕巴黎的谁？你们最怕巴黎的谁？啊，最怕巴黎谁？除了除了姆巴佩之外，最怕巴黎谁？除了姆巴佩之外，啊，除了姆巴佩之外，是不是谁都不怕了？啊，是不是谁都不怕了？登贝莱。我跟你讲，我替巴萨担忧一下啊，万一他妈登贝莱在巴萨主场进球了怎么办？啊，有没有这乐子看？哎，有可能，哎，这是我们就讲啊，我们作为中立球迷，我们这两队我们都不熟，哎，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这万一他妈登贝莱在巴萨主场进球了，再来一滑跪，来一滑跪啊！哎呦，那这个浪子太大了啊！看看到时候会不会发生这个事儿啊？我们切不要切出来啊！看看会不会发生，看会不会发生这个事儿啊？会发生这个事儿啊？他就来一滑跪，再来颠两个球啊，颠两个球，那这叫世纪名画。下一个，请说出进球回放切回来后看到索菲扬时的感受，想死。当时真的，当时我当时直接破防，当时我看这个人上来我就知道坏了，知道吧？能换人那么多，为什么换他上来？索菲扬·阿姆拉巴特基本上是现如今在整个足球英超历史上我见过最菜的在豪门踢球的6号位，没有之一。真的，实话实说，比当年藏里3中场都恶心，真差啊，真菜，真菜。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巴萨赢了巴黎，然后呢，举个例子啊，巴萨赢巴黎，亚马尔对啊，这个谁，这个叫做菲利克，这个叫做什么？菲尔明。乌洛佩斯独造4球，然后这边巴黎圣日耳曼明年2.2亿把菲尔明洛佩斯买过去，巴黎圣日耳曼啊，然后巴萨啪活了，哎，也有这可能性，巴萨球迷可以做个梦，对吧？菲尔明洛佩斯独造4球，然后巴萨主场逆转巴黎圣日耳曼，然后明年2.2亿买把菲尔明洛佩斯一买，对吧？你们这不活了吗？加油啊，加油，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也有可能性啊！哎呦，他妈都挺爽啊，都有乐子啊！猫都不能养猫，进乌龙也行，进乌龙啊，进乌龙啊，巴黎巴萨嘛，都行，都无所谓，谁赢谁输对我来讲无所谓。好吧，兄弟们，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啊，咱这个明天我们今天晚上吧，今天晚上出这个解说的这个流程，大概率会解说 over 啊，然后我们明天会发动态，会发群里，大家也注意观察，好吧，兄弟们，今天到这儿了啊，拜拜，明天见，明天见啊。
晚安，晚安，晚安啊。